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从对方的视角，他是怎么看待你，以及你们这一段关系哦，还有他呢对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子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这一组牌的一个连接的能量哦。好，我们第一张牌哦是这个选择。好，第二张牌有青金石的一个能量哦，它对应到的是喉轮跟眉轮。青金石啊，也是一个冥想之石哦。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会觉得，你跟对方哦，你们的连接非常的特别，你们有一个非常神奇、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关系哦。感觉上你们并不是只有在这一生这一世相见哦。我觉得这个人在轮回中寻找你，你们在过去的某一世中，你们可能曾经是恋人，曾经是夫妻，你们可能是被迫被拆散、被战争所离散的一对情侣。因此啊，我觉得在这一生这一世，他再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感觉。他会觉得他的心很痛，他会觉得他有很多话很想要跟你说，你们之间好像有很多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纠缠哦。他一开始看到你的时候，他的心就是很深的被你触动了。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吸引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因为他跟你分开了那么久，他终于在今生在此时此刻你们相遇了，他终于找到你了。所以对他来说啊，你身上的那个色彩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毕竟你们分开了那么久，可能你在跟他分开的其他事，你有跟其他人相遇过，你的身上有沾染到其他人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很想拥抱你，但是他又有一点点觉得心痛。同样的，我觉得你对他而言也是哦，你非常渴望这个人的关注，而且我觉得你会对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期待。那这个青金石的蓝色啊，这个深邃的蓝哦，好像大海，好像天空，给人一个很广阔无垠的一个意象哦。它代表的是一个希望的颜色，它代表的是一个对纯真美好事物的向往，也就是这个人对你，他是非常向往的。你对他而言呢，很像是心之所向，是能够直通灵魂深处的。我觉得你们身上非常有这种治愈的一个功能，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到你身上的这个能量是可以去治疗他的，因为青金石的能量就是有疗愈的能量，特别是在于心灵曾经受过伤的人，它可以使人的心灵得到慰藉，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啊，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会觉得你们两个的连接很神奇，他会觉得，你让他非常的有归属感，你的频率的震动啊，他可以感觉到整个人哦，你身上的那个气质，他就是非常的为你着迷。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本身应该是一个非常注重个人精神能量的人哦。我觉得他遇到你的时候，他是非常的震撼的，他有一点像是他的眼睛其实离不开你，他就是被你迷住了。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他是透过穿透这个肉身看到你内在的灵魂。当然你一开始的这个肉身啊，你的外在啊，是他有眼缘的，他是喜欢的。可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你们内在的那个底蕴，那个气质啊，他是没有办法去拒绝的，没有办法跟你说不的。而且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跟他即使有摩擦，即使有冲突哦，这个青金石的能量都有办法让你们去化解。因此我觉得你跟他的这个连接，以一辈子的角度来看，很多时候都能够化险为夷。甚至有些朋友，你们曾经经历过这种分开断联，或者是说撕裂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连接最后都会再一次的被连上，你们的那个连接最后都是安全的，是稳固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跟他就是
你们的这种相遇啊，绝对不是偶然的相遇，你跟他的相遇是一个命运的安排。他在这一生这一世中，此时此刻遇到了你，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而且遇到了你之后，我觉得他会做出一个选择，他想要选择留下，因为你是他的心之所向。有的时候他遇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他甚至心里都有一些说不出口，说不上来。他可能明明有他要去的方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就是想要停留在这里。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用理性、用逻辑去思考，他也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我觉得对他来说啊，你身边有一些温暖的光芒，他想要去抛开一切外在的连接，就是想要跟你在一起，就是想要跟你待在这个你们的一个小世界中。因为我觉得他看到你心灵的那个厚度，我觉得你们的心灵是很美的，你的能量是非常的与众不同，非常的清晰的。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平常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愿意去关怀人，愿意去关怀这个世界，而且你们是愿意去体验这个世界的人。你们对于你们的内在啊，也是很有修为的。你们常常会去关照跟照顾自己哦。因此，我觉得这个人他接触你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你跟其他人好像就是不一样。那你们身上的这种与众不同的能量，他很想要去留住你，而且我觉得在生生世世的这个轮回中啊，你们最后是选择了彼此。可能你跟他在接触的时候啊，你也会感觉到你的身体的一部分，你的灵魂的一部分被打开了，你的灵性更加的升华，或者是说你常常会做一些梦，那些梦好像是前世的一些琐碎的记忆的一个片段。如果你们是在一起比较久哦，我觉得很可能你们中间会经历一些比较戏剧化的感情，就像我刚刚说的分分合合，或者是说呢，你们曾经陪着对方经历过生命中的各种样态。我觉得你们是那一种可以好的时候非常的好，非常的爱，但是当不顺利的时候，又会觉得非常的失望，好像看不到尽头。你们的这个能量有一个这种即生即灭，就是好像爱的时候很热烈，恨的时候也会很痛苦的那种感觉。你们当中甚至有那种爱到我可以为你燃烧成灰烬，爱到我可以跟你去私奔这样子的感觉。可是今天当你们断裂了，那个痛苦也是非常的难以承受的。那我觉得其实你跟他，你们很奇妙的是，明明很相爱，但是有的时候在越靠近，或者说靠近彼此的时候，会有一个想要逃避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一方面知道他是被你吸引的，一方面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他自己的内在比较不自信，或者是说你们当中有一些很难跨越的一个现实上的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他对你在行动上会有一个若即若离的感觉哦，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办，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你们当中的那些阻碍，他不知道要怎么移除哦，因此对方可能会跟你在能量上有一个牵扯，但是我觉得你们不容易完完全全的断开哦，只是稍微停滞了。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能量不会是完完全全的断裂，只是有些朋友你们现在可能你说我没有在联系，或者是说我们天各一方，我们是远距离，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们在能量上的频率是相连接的，只要你们愿意绕过去那一些考验，只要你们通过那些考验，最后啊，我觉得你们的故事会有一个继续，就是会继续写下去。应该说我觉得你们的结局就是会在一起，就是会继续写下去，只是中间有一些弯弯绕绕的过程，你们会需要去突破，甚至有些人我觉得你们真的会有那种比较痛的一个阶段，对，这个是你们必须要去突破的，必须要去完成的。那我会觉得你们这一组的朋友啊，身上有一点点神秘感，有一点点魅力，对于他来说，他好像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去
去掌握你，而且你们又是那一种可以去治愈他心灵的人。我觉得你们如果交往到比较深入的一个时期，会看到彼此心中那些哀伤跟纠结的一面哦，不管有没有说，我觉得有些朋友就算你不说，就算他不说，其实你们内心彼此是知道的，尤其是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去理解他，可以去读懂他的，但是你们并不是那一种很好的被人完完全全的掌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在跟你结合的时候，会有一点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走，就是你们是要走这种传统的结婚生子进入这个家庭吗？还是说你们的关系呢有其他的可能？他是很想要跟你发展一段关系的，但是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才是对你们更好的。我觉得这个人某一方面而言，他是比较现实、比较理智的。当他把你看得越重要，他越是有一种焦虑吧，因为他希望你可以在这段关系中感到的是快乐，而他也能够以一个比较舒服的姿态去跟你发展。那如果你们当前没有办法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压抑，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像是他的情绪很像是一个这种冰山吧，其实在冰山之下是这种流淌的水，流泻的水，但是他很多的情绪都是压抑在这个冰山之下的。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在这段关系中，他其实有累积了很多期待，很多渴望，他需要被你去理解，需要被你去看见。当有一些事情他跟你说了，而你没有去做，甚至你没有去正视他的话，我觉得他会感受到痛苦，然后他会觉得说他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情绪被你否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对你有一点又爱又恨的感觉。他爱你，可是当他爱得太浓的时候，他也会害怕，他也会想要后退，因为他害怕他自己会失控。我觉得这个人他会想要先去建立在他人生中，在物质世界中的一些所谓的这种事业经营财宝，这一些让他可以生存的更有底气的一个东西哦。他不想要为了爱情，为了一个人晕头转向，可是你们身上又可以去激发他这种能量，让他好像会为了爱情而沉迷而沉醉。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有的时候他会有想要抽身的能量，在你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他确实是被你吸引，但是这中间他还是有犹疑的时候，他还是有想要撤退的时候。有的时候这关乎他的选择，关乎他个人的一个生命的议题。因为当他生命中走到了某一个坎的时候，我觉得他会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现在的关系卡卡的，或者是说你们是一个断联分手的一个状态，或是一个冷战的状态哦，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必须要去理解，这个人告诉你的理由，可能并不是他表面上说的那样，而是隐藏在那个理由下面一长串，就像粽子一样，你一拉，它其实会有一长串，可能那个一长串的东西挂着他的一些创伤，挂着他一些原生家庭，或者是说经济，或者说这个其他的身心灵方面的一个课题。其实有些很多东西他都不是很理解，他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你们可能也不是很理解，因为他也没有说。有些时候他会觉得他自己扛不住了，他内在有一些匮乏，他想要去做改变，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改变的时候，他确实可能借由后退或者是切断这一段关系来找到一个解答，来找到一个出口，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做。有点像是如果我们今天心情不好，我去剪头发，我去换个发型，对不对？让我觉得神清气爽。所以我看到这个人，如果他面临他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的时候，他真的有的时候会去好像稍微的切断这一段关系，来让他缓一缓，让他去思考一下。可是我觉得你们最终还是会在一起的。
好，你们会带着自己彼此人生中的经历，跨越那些坎坷，跨越那些问题，跨越那些障碍，然后回归到彼此身边哦。我觉得你们在灵性上是陪伴彼此成长的人哦。他看到你的大好，也看到你的这种比较不堪的一面，可能情绪上比较低落的一面。之后啊，我觉得他可以去真正的包容你，真正的理解你。同样的，我觉得你们这边也是，你需要去完完全全的包容这个人，爱他，他的好不好，他做的一些你觉得不能接受的事，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世界道德价值观不允许的，或者是说包含一些好难听的话等等的，你们真的是需要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倾听。互相的将彼此的能量做一个合一，才能够在这一世继续好好的延续你们的一个缘分，成为你们的灵魂伴侣。我觉得当那个时间到了，那个节点到了的时候啊，你们的连接就会，你们的那个安全连接的那个点就会连起来。所以如果现在是断联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害怕。如果关系是卡住的话，你们其实也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只要等待时机成熟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一开牌就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我觉得非常的就是会让人家起鸡皮疙瘩的一个能量哦。好，再来看一下 directions。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好，他真的没有办法去拒绝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其实你跟他之间呢，你们都有自己在人生当中特殊的一个任务，以及你们都有自己想要去做的一个工作。那他在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两个就像是彼此凝视一样。好，这只毛毛怪甚至还跪下来，他单膝下跪，他停下来，然后看着这一只应该是白色的这个鸟，白色的猫头鹰，对，他就是彼此相望。你们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啦，但是你们之间的灵魂啊，有非常相似的一个缺口。我觉得在他的眼中啊，你们有一些很纯真、很洁净的一个特质，不会沾染那些世俗一些很黏腻的一个污垢，就是你们的灵魂很清晰，可能就像这个白色的猫头鹰一样，他想要去保护你们，他想要去包容你们，他想要去爱你们。我觉得你跟这个人的相遇啊，你们的相遇的那个过程啊，可能很多时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状况哦。可能有些朋友你们是在网络上相遇的，很偶然的，就是你看到这个人，然后你跟这个人开始相处了，或者是说你们曾经一起共事过，你们曾经一起学习过，那也有可能啊，你们两个是在一个就是很偶然的机缘，因为有某个人牵线而遇到了，你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想过你会跟他遇到，因为也许你们是生活背景非常不同的人。然后我看见的是，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很喜欢看着你在做你自己喜欢做的样子，特别是如果你们有这种自己喜欢的兴趣、工作、事业，你很着迷、很投入的去做，那个身上在做那件事情的那个沉浸感散发出来的能量，它其实会非常的心动。然后他也很想要去摸清楚真正的你，因为一开始我觉得他还没有真正的了解你之前啊，他就已经爱上了你，他就是被你的这个能量啊，有点像是无可自拔的卷入你们的能量之中。那如果你跟他可以有机会展开这种真真切切的一个连接，谱出你们的故事的话，我觉得他会很希望把这个故事写下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吧。你是一个让他想要一探究竟的人，那相对的，我觉得你们对他也是哦。有的朋友，你们对他可能是
仰望的一个状态。好，这一组的能量，因为我觉得你们比较像是这只白色的猫头鹰，当然也有可能你们是能量互换的一个状况哦，有可能你们是这个单膝下跪的一个毛毛怪，对不对？好，这只白色的猫头鹰，它在仰望一个体型比它巨大又跟它不一样的一个物种。这个人带着一个饱满的行囊，里面好像有很多的爱，很多的智慧可以分享。我觉得你们也是很喜欢这个人，甚至有一点点崇拜这个人，然后你很喜欢他专注看着你的样子，而且我觉得你们会因为他的爱感受到自己的一个价值，你们会因为他的喜欢而更加喜欢自己，你会因为他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你更有动力去计划一些事情。我觉得你们会因为他的出现就充满了希望。我觉得你们两个有一种，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很开心的，谈天，或者是说什么都不做也不说，光是看着彼此，那个空气中就弥漫着那种粉红色的泡泡。可能他常常盯着你看一看，他就是就开始发呆，或者是说，他的精神，他的那个精气神就被你吸走了，或者说你们常常会看他看到出神，你们很单纯的被彼此吸引，甚至有些东西你们都不知道，没有办法具体的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去吸引我。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相遇是非常非常的那种浪漫的，然后有很多暧昧的氛围，你们很容易给彼此留下好感，而且我觉得你们的故事也经历了一个很浪漫的一个篇章，他对你就是有那种非常非常纯洁的向往，他在灵性上非常的想要跟你连接，所以我觉得你们的频率是非常非常对位的。好，第二张牌哦 ，Clearly。好，这一张牌啊，这只毛毛怪，它正在仰着头看天空的这只小鸟哦，小鸟抱着一颗这种水晶的一个蛋来找它哦。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其实在他的生命中哦，应该说你跟他，我觉得你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或者是说你们的这段经历让你们成为有故事的人哦。我看到的是你们心中都有一些坎，都有一些伤痛，需要去花时间将它消除。而你们彼此其实就是彼此最好的一个倾听者，你们彼此就是彼此最好的一个疗愈者。有的时候安静下来，静下来听对方说说话，就可以让你们两个人得到很大的一个疗愈哦。我觉得在他眼中啊，或者说在他心里啊，他其实蛮愿意花时间去慢慢的去了解你，去跟你接近的。他没有说我一看到你，我就是一定要很快的去跟你发展出一个什么样子确定的一个关系哦。我觉得他是愿意花时间来了解你，去跟你相处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呢，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去寻找彼此的一个人生梦想。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有梦的人，也许曾经在人生的旅途中，因为彼此的追寻不一样而分开了。但是我觉得，就算你们背对背着走的时候啊，内心都还是不能忘记彼此，甚至有点像是你就是对方前进的那个动力，对方也是你前进的动力。即使你们两个是背对背着走的，这个时候也是。然后这一组的朋友，我会觉得你们灵性上的吸引力很强，当然身体上的也是有，可是我觉得灵性上的那个强度啊，是彼此没有办法去抵挡的。就算你们物理上、身体上没有办法去触碰在一起，没有办法真切的给彼此一个拥抱的话，我觉得你们的心灵还是时时刻刻的能够去跟对方连接的。你们在灵性上是可以跟对方连接的，而且我觉得连接在一起的能量是非常非常享受的，那个频率、那个美感是会让对方非常非常心动、非常非常迷恋的。好，我觉得当他看到你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清纯、一个纯洁不受世俗污染的一个频率吧。你可以让他去清理掉内心很多那种斑驳的要掉不掉的一个
一个脏污吧，我觉得你可以去洗涤跟净化这个人的一个心灵，你可以让他感觉到是非常人生是可以过得很舒服跟很美丽的。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们的这个能量的连接啊，你看这边下面哦，有这个岛的这个枯木，这个枯木上还有一些这个枝芽，好，有一些这种比较杂乱的这个部分哦，它在讲什么呢？好，我觉得说你们这一组朋友啊，你们在相遇跟相处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比较纠结的一个部分哦，你们两个可能有争吵，然后你们两个可能会有一种彼此都不让彼此，或者是说你们两个可能因为某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觉得没有办法妥协，可能两个人都相当生气了，可能他觉得你不好相处，你也觉得他很难搞，或者是说，他对你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指责。可是我看见的是，你们两个有点像是透过争吵、透过愤怒来去更理解对方，以及去更看见彼此需要什么。因为如果是一个完全不爱一个人，其实你们不需要去争吵，你们其实是可以很冷漠的离开，或者是说你们不需要在离开之后还频频的转头，然后频频的去想念对方跟查看对方的社群媒体哦。我觉得即使你们是离开的，你们有点像是借由这一次离开来治愈彼此身上的一个伤口，他要去完成他目前还没有处理好的一些事情，以及他的一些阶段性的任务。我觉得等他把他该处理好的事情都处理好了，以及他的课题都修完了之后，他会带着全新的能量回到你们的这一段关系中。所以我觉得你至于他来说啊，是一个没有办法放弃的一个对象哦，他不会完完全全的弃你于不顾，或者说他不会去遗弃你，尽管你们经历一些分分合合，可是最后啊，命运不管怎么样子的绕你，都是他要回归的一个地方，兜兜转转，你们还是会遇见彼此的。就算这个人他表面做出了一些没有无助于关系推展的事情，可是你要相信他其实把关系放在他内心一个很隐秘的一个角落，或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位置哦。你们只要安全的这个纽带，你们安全的连接还在的话，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不是异地啦，你们两个都可以对于彼此有很深跟很强的一个信任感。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两张牌哦，这个自发性跟这个魔术师哦。好，我觉得这个人很可爱哦，他有的时候会好像是选择一个跟你不同的一个方向哦，但是他的心又没有办法真正的一个离开。好，如果是暧昧的朋友啊，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就像这个毛毛怪一样哦，把自己脸啊都捂起来了，然后自己抱着双腿，好像想要去躲你，但其实他又没有办法真的去躲，他没有办法真的去躲避这一段感情哦。他自己其实是从这个最低的地方让自己往上升，然后要去靠近这个小女孩，即使她是看起来很害羞的一个能量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有些人你们遇到的他好像是在能量上是比较内敛的，他的爱是藏得比较深的，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不是对我没有意思哦？特别是如果你们还在暧昧的阶段，你们还没有这么熟悉的话哦，其实我觉得他对你的喜欢跟他对你的爱是非常自然的，甚至我觉得你跟他的相遇、相知、相喜啊，在他的眼中哦，一切都是这么的正确，这么的顺畅。他就是觉得你就是在对的时间点遇到他，他希望可以将你们的缘分延长的很深很深。因为有些人在一起有缘，但是无分，他不知道你们
究竟是属于有缘有分还是有缘无分哦。可是我觉得他会愿意去做一些事情，那我觉得他已经观察过你，然后他决定想要跟你靠近。我觉得你们两个在真正的靠近之前呢，会有一些考验期，彼此的一个考验。也许是你会去考验对方爱不爱你啊，你会去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然后，甚至有些朋友，你们还会主动的断联封锁，看对方愿不愿意来找你，来测试对方爱不爱你哦，或者是这个是对方的一个行为等等。就是我看到你们其实好像都会给彼此一些考验，然后或者是说一些经济上的考验，藉由这些考验之后啊，去确定说，好，彼此都是没有办法离开，对，就是彼此都没有办法离开身边的这个人哦。有可能这个考验也是想要让自己更加一步的确定说，是不是今生就是要跟他在一起。就是你们感性上先被彼此吸引了，但是理性上好像还想要再确认一次。好，确认一次之后啊，对，当然就是对方就是你了。而且我觉得有一点，你们在了解彼此更多之后啊，你看到他身上的越多面相哦，其实你会觉得说，哎，很喜欢对方，就是你本来是看到他的其中一面，然后你跟这个人相处之后，会发现他身上很立体，然后你会很喜欢继续往他的身上探索。那对于对方来说啊，他真的观察了你一段的时间哦，他会觉得说，哎，你身上有一个很强大的疗愈感，然后他很希望你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位置可以留给他的。而且我觉得他会很喜欢跟你去做一些沟通，做一些规划，然后他会很希望可以跟你有一个这种实际的目标跟实际的蓝图，要一起完成什么样子的事情，在你们的人生中要一起去成就什么样子的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共同进退，你们可以成为所谓的生命共同体。那这一切我觉得都是这个人自愿的，没有人去逼他的，你也不用去强迫他，我觉得他自己会向你往你这边靠近。然后对他来说啊，我觉得你们其实是丰富了他生命中的一些色彩，就算是你的那个很强烈的情绪也是哦，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遇过像你这样子的人哦。可能有些地方他觉得很难搞，很公主，很无奈，或者是说，他很喜欢你去对他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你们确实是一个爱的可以很真切跟很热烈的人哦，也因此他的心就是指向你，他就是要往你的方向去走。你们两个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了之后，就会选择想要一起去走的。你身上有这种魔术师的能量，你看到这边又是一只，有没有？刚刚看到白色的这个鸟，好，本来是这个低下头在仰望的，然后现在它是好像去外面绕了一圈之后啊，再停留到这个毛毛怪的一个手上。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真的有一种，其中一个人可能曾经离开这段关系，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这段关系，而另外一个人在这里等他，还生着一个萤火哦，他好像准备了一些东西要来逗他笑，要来就是跟他一起唱歌啊，然后一起说说话啊，就是说，我们分别的这段时间你去了哪里，做了什么？那也有可能是，真的你们就是之前说过嘛，你们曾经在某一世遇到了，然后你们曾经在某一世是恋人，是夫妻，是那一种爱得很深刻、难分难舍的一个情侣，然后这一世你们终于相遇了，有一点像是我们坐下来好好的在灵性上去谈。好，你之前他没有看到你之前，他没有遇到你之前，你的这一生你经历了什么，在他还没有参与你的人生之前，你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你变成你现在的这个模样，会有你现在的这个想法。他想要去理解你，他想要去看见你，他想要去听你跟他说你的一个故事。同样的，我觉得你也会去坐下来去听，他也有很多事情要跟你说。你们的灵魂的质地是很相似的，我觉得你跟他是可以给予彼此最温暖的一个陪伴，因为你们会发现彼此明明
可能有分开了一段时间，但是却在这分开的一段时间是等于说，可能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哦，你们有发生过一些类似的一个事情哦，或者是说，你会发现你们的能量哦，你们的星盘上有很多相似的一个星星。好，这个人呢，我觉得在他没有遇到你之前，也许他都一直在寻找，在他的人生的道路中寻找一个定点，寻找一个归属感。我觉得他遇到你之后，他一切都确定了，他不再会这么孤独，他会准备好跟你往前走。这一组的朋友，即使你们是在分手，即使你们在断联了，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都可以去重温旧梦，都可以去再续前缘，因为你们这边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魔术师的一个能量哦。我觉得这一组朋友，你在这段感情中付出的一切的爱啊，或一切的努力啊，是可以得到回报的。如果你曾经很用力的去维护这段感情啊，我觉得你们会收到一个你们想要看到的结果。这边有萤火，这个火，这个火的能量其实是可以去温暖人的。你们这一组这个火跟水的能量是蛮强的。那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很特别的是，他表面上可能比较硬，或者说可能比较坚持他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觉得他在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会去想，他可能会去反省自己。好，他能够去你给他一点时间的话，我觉得他能够去想一些，去看懂一些你的努力，你的所作所为，或者是说你愿意为他做的一个改变。我觉得他会去体悟到什么样子的感情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他跟你曾经有一些矛盾，如果你们两个曾经有曲解过彼此的意思的话，我觉得给彼此一段时间的话，会能够去让两个人深深刻刻的去做一个连结，然后会去更加的确定，更加的肯定彼此在这一段连接这一段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性。我觉得这个人需要勇气，他需要就像魔术师一样的勇气跟能量，然后让这一段感情好好的继续的连接下去，或者说他需要勇气来给你一些回应跟回馈哦。那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啊，那个能量就像魔术师一样，它是有无限的能量的。你们可以在这个物质世界中，在这个3D 世界中去幻化出无限的可能。你们可以将你们自己的实相经营的非常的丰盈，非常的一个饱满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好 ，Temperance。Life of Winter， 这个悬吊的一个精灵哦。好，我们还有的 Fairy Bride。好，来看一下这4张牌哦。好，首先呢，这张 Temperance 它是一个绿精灵哦，它正在做苦艾酒。苦艾酒有点像是让人家醒酒，在这个享乐过后之后，让人家可以重新的清醒。所以我觉得这张牌有一点像是在一种极乐跟极苦之间做摆荡，然后中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你跟他的这一段关系啊，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谁对谁错，可能两个人都没有错，或者是说只是看事情的一个角度不同。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它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过程，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去运作的很好。我觉得这个人也设法在你们的这一段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彼此要用什么样子的姿态相处才是能够让彼此最舒服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爱得太过了，就很像是这种饮酒过当、享乐过当、纵欲过度，对他来说也是很难以让他让他的这种日常生活可以好好的运行，可以好好的运作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生活中只要面包而不要爱情的人。我觉得这个人面包对他来说很重要，甚至我觉得他一定要确保自己可以填饱肚子，才有办法去谈情说爱。所以我觉得他
他虽然感性上很想要靠近你，可是我觉得他的理智有时候会教他刹停，让他去想一想什么样子当下才是对彼此更好。有的时候爱一个人不见得是要去占有一个人，特别是如果你们两个的这一段连接是有一些特殊的，是有一些禁忌的一个味道，或者是说会有一些身份上的一个模糊、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果在此时此刻硬要把彼此变成彼此的归属的话，是不是相反的是会对彼此造成伤害呢？然后这边有一个 Five of Winter， 这张牌它画的其实是冬天啊，有这个比较坏的这种恶棍的精灵，它正在欺负想要出来觅食、想要出来找食物的一个小刺猬。那这个小刺猬非常的这个天真，非常的可爱，他们只是很单纯的要来找东西吃，却被这个精灵啊，他用玫瑰的刺作为武器，然后来践踏这个刺猬，有点像是跟他们玩游戏，可是这个游戏是非常残忍的，所以这个刺猬很害怕，它只能蜷缩起来去保护自己。这个玫瑰本来是爱情的象征，本来是很美丽的，但是却变成一个伤害这个刺猬的一个好像藤条一样，而这个刺猬本身身上是有刺的，可以去保护自己。可是今天在此时此刻，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保护自己。我觉得你们在这段关系中有很多情境，可能有些朋友你们有这种追与逃的情境，或者是说有一个人就很像是这个恶霸一样，他很想要去逼一个人哦，其实这个背后可能是源于爱，就是他可能很想要去逼一个人去，好，你跟我说你的真心话，你究竟是想要怎样？你为什么不能正视我们之间的问题？或者是说，就是很想要去跟对方有一个好好的沟通，甚至是这个口气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可能觉得他很无奈，他很莫可奈何，他不知道要该怎么样子招架跟应付这样子的沟通，因此他可能会躲起来，他可能会去缩起来，因为这样子的方式不是他习惯的，以及这样子的这种情绪的反应对他来说可能太过于激烈了。所以我看到你们当中啊，可能第一个就是你们两个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样子的问题，你们两个需要去换位思考，或者说这个人需要去反省，需要去换位思考，也有可能需要检讨的是你们，就是对方觉得你是有一些错误的，需要你们去反省，特别是在你的脾气上、个性上等等的。那有另外一种可能是，我觉得今天呢，你们两个可能就很像是两只被欺负的这个很无辜的这个小刺猬一样，外人有外力，有第三方想要阻挠你们两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哦。那可能因为这个第三方的势力很强大，或者是说他们抓住了什么样子的点来攻击你们，以至于你们的爱情必须就是转为地下化，或者说你们的爱情不能公开，或者说你们两个就是爱得很辛苦，爱得很隐忍等等的。这个人呢，他也有可能可以说是距离，或者说经济，他也可能是一个不是实体的人，而是一个困境，他正在伤害着你们，他正在侵蚀着你们的爱情。我看有一些朋友你们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接下来这个调过来的这个精灵啊，他的脚其实是被蜘蛛网所缠住了。为什么他被缠住呢？他本来是想要去接近美丽的这个花朵的，美丽的罂粟花的，可是它飞着飞着，不小心被缠住了。所以怎么说呢？他对于这段爱情有一点飞蛾扑火，很危险。但是他愿意，可是结果却是他被困在这边，不知道怎么办。好，这张牌有几个意思哦，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们两个可能因为下一张牌是这个春天的新娘。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可能会在春天得到一个转环，这个转环是因为其中一个人或者是双方都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换位思考，或者说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一想，或者说站在一个比较大的格局来想你们这一段感情哦。有的时候暂停其实是让彼此休息，有点像是我们在看 YouTube 影片，我们按暂停不代表说它就结束了，它还是可以继续下去，只是我们先停止了。像同样的
这个吊人这一张牌被吊住的精灵啊，它并没有完结啊，就是它还是可以继续飞啊，只是它现在被困住了，所以它要去想一想，或者说这个困住这个情境哦，这个困境其实也是强迫他自己，让他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让他自己去看一看头下脚上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呢？有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说，我们好像想要去突破我们当下所处的那个环境，或者说突破我们的一个舒适圈。那它有一点就是换一个角度，逆思维去思考这件事，就是也许你们的关系并不是要去突破什么，并不是要去改变什么，而是要让这个舒适圈的范围更加的扩大到两个人都可以在这段关系中很舒服的相处，并不是说原本的这个舒适圈就是小小的，两个人都必须要去改变筛减才能够让自己放在这两个人的连结中。相反的，我们现在逆思维，换一个角度思考，我们把这个让两个人可以舒服相处的舒适圈扩大，是不是两个人可以更好的在这一段关系中悠游自在的游泳呢？所以我觉得这一组朋友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可能到了春天呢，会有一个转换，在春暖花开之际我看到你们两个的这个缘分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深如果你们两个已经遇到了，然后已经在推展感情了，有可能我觉得春天有的朋友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消息，可能是结婚，可能是订婚，或者是说你们两个要一起展开生活，就是我觉得会发生一件很开心的事在你们的生命中，那个是一个宇宙给你们的安排，是给你们的一个祝福，是给你们的一个眷顾那我觉得有的朋友，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前任，你正在想着他，而他可能离你很远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并不是真的离你们很远因为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他是存在的，他也可以感受到你们之间有个共同的连结那我会觉得他会想要去继续跟你这一段连接，只要他挣脱了他目前的一个议题，我觉得他愿意去跟你共同创造你们接下来的一个旅程的。你们两个是被选中，或者说你们两个是注定要在一起的，我觉得你们这段关系是被守护的，是被祝福的，不管中间经历了什么，我觉得最后那个结局是好的。好，再看一下下一张牌Higher Power， 对，你们这一张牌你们这一组关系是被天使祝福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最后会是有一个好的结局的。好，我们这边又出现了猫头鹰，我们这边是猫头鹰跟豹，这张牌也是一个共同创造嘛，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相遇之后就是要共同去完成很多事情，共同去经历很多事情，经历一个故事完整的这个篇章，完整的起承转合，春夏秋冬这样子的一个历程。而且我觉得你跟他中间就是有这样子的一条线不管你们两个身在何方，都会彼此的遥望，彼此的牵挂。我觉得对方他会用他可以的方式，不管是社交媒体、社群媒体或者是用透过朋友，或者说在这个同事这种圈子中，他会去打听你的消息，或者说他会去想要知道你的一个现况。为什么呢？他不想要去错过你的生命太多，我觉得他是很想要去很想要去跟你共同有一个共同完成的旅程。那即使此时此刻在他肉眼可以预见的未来，你们是两个没有办法在一起，就是因为一些因素，短时间内你们两个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话，就是哪怕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的拥有你，我觉得他还是想要跟你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想要跟你有一个共同创造，这个共同创造有点像是你们两个曾经的那个故事他会把它放在心中，他会把它记下来，那个是他心中的一个宝藏跟宝库。那接下来呢，如果说你今天选择了别人，我觉得他可能会在心里祝福你，在心里放手，在心里让你走。可是
这个故事啊，他还会继续的把它写下去。虽然最重要的人缺席了，也许之后就是他一个人要把这个故事谱完，他会觉得说，好，你们两个曾经拥有过这样子的幸福，这样子的高峰，他其实就心满意足了。他其实没有一定要去在你往后的人生占有你，或者是说，他喜欢看到你自己去追寻你自己理想的模样，他不想要因为爱情而把你束缚住，因为爱情而让你不开心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人身上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能量，他想要拥有你，可是他不会去违背你的意志，违背你的意愿，他不会去好像强行一个没有结果的一个感情。那是不是强行或是不是有结果？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他自己的判断。有的时候你们会说啊，没有，我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或者说我也想要向他奔去，可是为什么他拒绝我了呢？这个就是这个共同创造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判断，他想要知道的是你跟他在一起的那个真实是快乐的不快乐的，是不是压抑的。就算你说你要跟他在一起，可是如果过去就他的相处经验你是不快乐的，你是压抑的，你是委曲求全的，他会觉得这个不是真正对你好的方式，他会觉得你们其实可以去追寻更大的一个幸福。所以我觉得这组的关系你们就是有一点点虐的感觉。好，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哦， Fork in the Road。 好，这个有点像是在迷雾中的森林中啊，然后有两条路可以选，不知道该怎么选。有一条路也许是这个风景优美很漂亮的路，但是它弯弯绕绕，它需要绕的比较久。有一条路它可能比较快，可是一路上啊可能充满了险阻，充满了这种高高低低需要攀爬的。所以到底应该怎么走呢？对不对？他其实有的时候面临了一个选择，面临一个困难，到底应该要怎么走呢？他虽然不想要放弃你，他虽然就是对他来说你是很难忘的。然后如果你跟他的连结，或者说如果你此时此刻没有跟他有很多的连结的话，我觉得他其实是会想要再去做一些什么的。好，可是并不是说他想要做什么就能够达到，有没有？他有点像是在迷雾的森林中迷路了。好，他其实知道在你们的面前啊，他是可以很安心跟很放心的做自己，因为你不会去真实的去做一些想要去伤害他的一些事情。他是会想要再去做一些什么的，即使你们当中啊有一些现实的因素，有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要去海外工作、事业、读书等等的一个议题，或者是说之后可能你们完成了各自的学业之后，可能会有一段分离的时间，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他是愿意用他的努力来去弥补这个距离上的一些阻碍，或者是说经济上，或者说目前的一个状态不好的一个问题哦。他其实相信有些东西他能够去掌控的，可是就大环境来说，他不能够掌控的。比如说，如果说这个他现在做的这个产业啊，就是一个时机不好的时候，就算他努力，他可能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可能经济没有办法得到立即的一个改善。因此我觉得这个人他不会想要在他状况不好的时候把你也拉下去，或者是说我觉得因为他会希望这段故事最后的一个结局是好的，那好的也包含他本身的状态要是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心中啊，其实在你们没有看到的地方有过很多的选择，有过很多的一个抉择，以至于形成了你们现在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样貌哦。我必须说他绝对是对你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喜欢，很多很多的爱。有些朋友是喜欢，有些朋友是爱，看你们连接的一个深度。我觉得他在你身上找到一个很独特很难忘的一个感觉，所以你们的能量的这个频率啊，其实是可以融合的非常非
非常的好的。很多时候，很多情侣即使有过交往，可是他们其实不是那种灵魂的能量上很对接、很对等的。可是你们这一组是，而且你们这一组是那种命运一般的一个连结哦。而你们两个，我觉得在你们两个的人生中，不是只有爱情，你跟他都有彼此的学业、彼此的事业、彼此的一个追寻。所以有的时候人生走到了某一个节点，会有一些莫可奈何的一个事情哦。我觉得你们必须要去体悟，必须要去选择。那选择哦，大家有看到吗？这一条路有一条路的指向是往右边，另外2条是往左边，有没有？我觉得其实宇宙有冥冥之中有在暗示着什么，做出某一个选择，它是可以扭转你们关系的一个乾坤。我觉得命运会在前方给你们指示，给你们暗示。你们两个的灵魂都要足够的坚强跟足够的温柔，才能够把彼此再次的拥抱，才能够把彼此再次的包容。所以我觉得即使现在有一个不得已的感觉，即使是现在当前因为时间的关系你们被错开了，可是我觉得最后好，即使是在这个迷雾的路口，最后你们都会受到上天的这个指引。我觉得这个未来都是有可能的。好，对，未来都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这一段关系是受到祝福的。对，我觉得大家不要担心，这边有非常多这种温暖的一个颜色，还有很多的爱心在下方飘着。好，我觉得这个人有的时候啊，他真的会去借由忙于他的工作，忙于他的学业跟事业来去切断对你的想念跟思念哦。可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担心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有很大的机会，最后啊，特别是我觉得在春天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哦。因为你跟他刚刚说过嘛，这是命运般的一个轮回啊。你跟他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你们的一个结局哦。你们两个之间有很深的一个眷恋，在这个眷恋中有很多的心痛，有很多的心碎，以及有很多记忆的碎片散在你们两个的故事中。我看到有一个人特别可能是对方他会把情绪藏在比较深的地方，他必须要去慢慢的去正视他心中对你的爱，他心中对你的喜欢。我觉得你们两个这一段关系需要去做一些跨越。对，他也希望第一个这个祝福是宇宙给你们的，第二个我觉得对方也对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哦。特别是他过去看到你们在事业上认真努力的一个模样，他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希望你未来过得好。如果你们没有跟他在一起，如果你知道你们此生最后因为一些原因你们没有要选择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他会祝福你，他希望你可以遇到一个好人，他希望你可以在事业上选择你自己的梦想，他希望你可以活得开心。好，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祝福的能量有一种你们两个的相遇之后可以到达一个高潮点，这种灵魂上的高潮，灵魂上的一个快乐的一个归属吧，灵魂上的一个依赖，你们两个可以互相的独立，又能够互相的依赖。其实我觉得依赖的能量比较强你们两个好像又很害怕彼此在爱中太过沉沦，太过依赖，因此两个人又势必要在这样子的爱中分离，然后去长出彼此的能量。好，我觉得不管你们这一组最后有没有在一起，你们其实都是灵魂家族中的一对啦，你们在灵魂上，你们在灵性上是没有分开的。然后因为我有抽到这一张新娘牌，我真的觉得很多朋友我是看好你们这一组的一个结局的。那无论是现在有什么样子客观的一个障碍我觉得对方其实还是想要选择你，还是想要走向你的。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好靠近的过程中两个人可能都有需要做一些牺牲，需要做一些退让，甚至需要去处理自己当前的一个状况，当前的一个
一个关系，甚至会需要为了另外一方来进行搬迁跟搬移的一个搬家等等的一个行动。我觉得它确实会需要一些时间做准备、做挪移，以及能量上的一个汰旧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些东西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这个也是宇宙给你们的一个考验。那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可以通过这样子的考验，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继续这样子的一个连结。我觉得对方就是你是他的心之所向，你们两个是命运共同体，他真的是想要很多事情他会自发性的想要选择你，想要靠近你。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能量有对应到你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一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哦，他对你的一个想法，还有你在他心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位置呢？好，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验证牌的部分呢，我们来连接一下你跟对方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这边呢，你们的第一张牌是这个巨石阵哦。好，就是这个穿着鲜红色洋装的鲜红色裙子的女生哦，她背对着我们，然后望向远方哦。这个巨石阵它有一个很神秘的色彩。远方的天空啊，幻化出各种不同的颜色哦，所以这张牌本身有着很神奇的一个力量，很神圣的一个力量哦。我觉得其实他对你的内心，他的内心对你的评价是蛮好的，蛮高的，而且我觉得你有一种让他觉得惊艳的感觉，他很喜欢你。而且我觉得这个喜欢呢，这个好感度是跟别人不同的，就是他不是说就是很单纯的像朋友一样的那种喜欢，或者说你只是他的众多之一。相反的，我觉得对他来说啊，你有一种非常别致、非常独特、非常与众不同的这种气质。我觉得他会不会用那种好像我就是跟你玩玩啊，或者是说我就只是要来试试水温这样子的态度来对你。我们这张牌是一个巨石阵，我会觉得他被你吸引之后，他立刻感觉到他内心发生了转变，有点像是他灵魂的那个闸门打开了。我觉得他会发现，诶，他就是很想要去多知道一些你的讯息哦，他会想要多多的去靠近你。我觉得主要是在精神上，在灵性上，你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他。他会觉得他跟你在一起，好像打开了某一种他的视野，让他知道一些关于这个世界他原本不知道的事，而且他会觉得你跟他原本认识的人很不同哦，你们可能会有那种特殊的一个兴趣，比较小众的兴趣，或者是说你们有一些独特的这种知识背景啊，或者是内涵等等。我觉得你在跟他谈天的时候，会让他知道很多不同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觉得他内心对你就像这个红色的火一样，是非常有冲动、非常有吸引力的。不过，但是我在这边也看到了，这个红色裙子的女生啊，她并没有在前进哦。你们看，她是停下来的，对不对？她没有往前走，相反，她是一个观望的状态。所以我会觉得说，诶，好像她明明很喜欢你，对你很心动，但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你们是不是卡住了等等的。好，那最后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抽塔罗牌来看你们的状况。那第二张牌啊，就是这个毛毛怪，他拿着望远镜，然后坐在这个很高的这个青蛙的这个石头上，他正在看着他想要去看这个星空，所以他想要去看在众多星空中，他要去观察的那颗星星哦。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们两个在一起啊，其实有那种很多很多的
好玩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哦，有点像是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哦，是可以玩在一起、吃在一起，然后生活在一起的。所谓玩在一起，就是也许你今天有一个提案，然后他就是好啊，愿意去跟你一起，或者是说，哎，他今天有一个想法，你愿意陪他一起冲。那如果说吃在一起的话呢，很可能哦，哎，你们其中有一个人呢，非常懂吃，非常会吃，知道很多好吃的资讯，或者是说非常自己会下厨，自己会煮，主动性很好吃，或者是说，哎，你们对吃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哎，比如说简单就好，方便就好，或者是说你们两个都喜欢，就是某一种类型的食物，或者是说，哎，你们对这个吃东西的想法就是。你们都很喜欢去排队美食，或者说你们就是懒得排队那一群人，会觉得你们两个在生活上哦，如果是讲那些愉快的休闲的那些层面，其实是可以去相处的很好的。然后当中也有很多就是打打闹闹啊，比较情趣的部分，我觉得在这里面哦，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如果是就外人来看哦，其实是非常的般配，就是别人会非常羡慕。如果你们是一对，如果你们是情侣的在一起的这样子的情况，别人会非常羡慕你们两个好像配合的很好，或者说郎才女貌等等。那我会觉得你们这一对啊，就是生活当中如果多一些好玩的，或者说有趣的元素，是可以去增添你们的感情的。在性方面也是哦。那如果说你们有争执，到最后，我觉得你们都会找出自己的一个和解之道，甚至有些人是床头吵、床尾和等等的。那你们这一组可能情绪上来的时候，就是不时会有那种。打打闹闹，或者是说好互相不理对方，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你戳我一下，我戳你一下。可是我觉得，对于你们两个的感情来讲，它并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只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相处模式，你们的一个相处趣味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你们两个相处在一起，就很像这个毛毛怪啊，他在看这个星空，他在看，就是他在观察、关心嘛。这是一个非常他喜欢的，而且是他就是很专注的在看这整片无垠的一个星空，然后他一个人很专注的在看，就像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你们的那个感情哦，两个人是可以非常投入的，而星空啊，它又是广袤的，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星星啊，所以你们两个在彼此身上其实可以去发掘很多好玩又有趣的元素。然后大家要看到这边啊，这个我刚刚看了很久的这个毛毛怪，它身边有一个袋子是有点暗红色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发光的一个小东西哦，就代表说很像是它的袋子里面其实有宝藏，其实有星星，其实有发亮的地方，可是他不知道，他一直在远方去看。所以这一张牌有一个暗示的讯息是，我觉得你们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存在于你们过去的很珍贵的一个连结，可是也许你们现在遗忘了，或者说彼此对彼此曾经承诺的一些事情，约定好的一些事情，曾经有过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它其实存在的就在你们身边，但是你们两个有的时候好像会一直望向远方，我们的未来之后如何，而忘记珍惜现在当下的彼此，或者是说你们曾经发生过那些很珍贵、很需要去珍惜的一个记忆。好，那下一张牌啊是这个 connections。好，我会觉得啊，就是对他来说啊，你们有一点那种给他的感觉是很可爱的 QQ 的，或者是说有一种暖暖的暖乎乎的，这个不一定是指你们的外形，有可能是你给他的那种感觉。男生的话我觉得有点那种暖男，或者是说那种小奶狗，或者是说那种狗狗的样子，就是我觉得你对他来说不是非常非常有这种
侵略性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他会觉得你有一点单纯可爱，然后他会觉得你非常的独特，他整个人不自觉的就被吸引到了，然后他会觉得你身上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身上的一个闪光点。那因为这个是大众占卜，我觉得每一个人对应到的闪光点都不同，可是这个独特的特质是它只有在你身上看得见的，它在其他人身上都看不见。看哦，这个毛毛怪它坐在红色的蘑菇上，红色的蘑菇是它的椅子，而且好像刚下过雨，所以这个蘑菇它还有那些雨水啊粘在它的上面，然后形成一个水珠的样子。然后有一只蝴蝶正在靠近它，他们两个之间有一种很暧昧的一个氛围，在这个夜晚的树林中，他们两个人在这边靠，好像渐渐的要靠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在一种比较暧昧的阶段，一种模糊的一个阶段，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也摸不清楚你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就觉得对方应该是在意你，但是又不是很确定。我觉得有时候你们当中就是弥漫了一个一种很模糊，但是又你们心里知道一定是有某一种情愫，但是又没有办法说明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从牌面上看出来，他对你其实是有好感的，但是好像又有一些矛盾的讯息在这当中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矛盾呢？我觉得这个人哦，有一点像是这个时钟时间滴答滴的在等待，然后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说，也许你跟这个人在交流的时候，你没有非常的明确，或者说很大方的表明说你现在的想法，以至于他有的时候会需要去猜你到底在想什么，或者是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借由就是说反话，或者是说借由说一些明明不是你们心里的真心话，来引起对方的重视，或者说对方的一个认同，或者是说呢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常常会问他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为了要测试他，或者说当中还可能有一些陷阱题等等的，所以我会觉得对对方来说啊，其实他会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我觉得他心里可能就像有一个小时钟一样，他会觉得应该要推进，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推进。然后我会觉得说，可能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某一方面而言，有些人哦，你们是个性是比较被动的，所以对方其实也摸不清楚你到底对他有没有好感呢？你看，在这个时钟啊这边它上面有一颗热气球，好像要把这个时钟带往某一个方向，让它的后方有一只手想要抓住它，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也在心情上有一点，他其实也他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了解，可是他会觉得说好难哦，就是你到底在想什么？可能你会觉得你跟他有很多的沟通，有很多的这种交换讯息，可是他会觉得到底你的真心是什么？你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他会觉得有的时候你表达出来的东西跟你真实的心意不见得是完全一样。还有一些朋友会我会觉得对他来说你们真的是有一点点高冷，他会觉得说你可不可以再对他热情一点哦？你可不可以用更热烈的方式来表达你的爱？可能你们两个的个性，或者是说你们两个表达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觉得你是出了善意，对方没有接收到，或者说对方他用他的方式对你好，而你不一定能够完全的看见等等的。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对方在看待你的时候，他好像有一点点说他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不知道怎么跟你拉近距离，然后他每次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内心就会觉得说有一点点困扰。但是他之所以会困扰，我就觉得说他心里其实是在意你的嘛，所以他才会对这件事情感到困扰。
好，那我们接下来啊，再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来深入解析你在他心中的一个位置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一张牌是权杖五，权杖五这一张牌是土星在狮子。好，第二张牌我们的圣杯皇后，水象星座的牌，巨蟹、天蝎、双鱼。哇，我们出现了宝剑三哦！哇，这张牌感觉有点心痛，很痛的感觉。土星在天秤哦，天秤座的能量，然后还有金币五哦，水星在金牛。好，我们的这个女皇牌哦，金星天秤座。好，先看一下这5张牌哦。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权杖五这张牌哦。权杖五这张牌呢是火元素的牌，火代表新的能量还有成长的动力哦。那这一张牌我会觉得有些人你们的状况是他会觉得其实你也蛮这种招蜂引蝶嘛，或者是说你们就是默默的在这边就有很多人想要靠近你们，你们身边可能不乏认识人的机会，他会觉得说他是不是要跟很多人竞争才能够得到你呢？那他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评估一下。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我觉得在你们这段关系中啊，会有一个得不到满足的感觉。这个可能是说你们当中因为聚少离多而产生的一个不安全感，或者是说你们当中两个人目前是一个远距的状态，或者是说你们心里知道你们两个感情之后发展下去，可能其中有一个人会要因为工作、因为进修、因为怎么样子的状况，他会有一个变动的因素在里面，或者是有的人要回家乡等等的，就是这个一个变动的因素，可能现在还没有发生，但它就很像是一个这种隐藏在关系里中的不稳定的因素埋在关系里面哦，因此它会在你们的关系中有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冲突，可是这个冲突其实是一个表象，真正的内涵那个核心是你们双方对于这段关系的这种安全连结不够，幻化出来的那个表象可能是冲突，因为一些小事情生气，可是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其实是比较就是缺乏信任感。对，那第二张牌啊，我们的这个圣杯皇后哦，圣杯皇后是一张水元素的牌，水元素主宰了情绪跟感受哦。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你们当中啊，有一个人哦，他是比较拥有强大的这种心灵的感受力，就是我觉得你跟他其中有一个人是属于那种比较在情绪上是会包容对方的，然后会是比较有责任感的，不只是在感情上，我觉得在工作、在学习上，他也是属于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这可能是你，可能是他。那我觉得更多的部分，你们两个的情绪是互相感染的。大家有看到这边有一个杯子，透明的杯子里面装了一个贝壳，然后下面这个皇冠里面也有一个小小的贝壳。所以我会觉得说，你们两个其实有时候个性还蛮像的，你们两个可能都有一些在个性中不愿意退让的部分，但是呢，你们两个又对彼此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有在包容，这个就是很奇妙。也许你们吵起来的时候，冲突起来的时候呢，你们两个都不想让步，就是都比较爱面子。可是你们两个就内心最深层次的感情来讲，你们喜不喜欢对方啊？当然是喜欢的。你们有的时候说一些难听的话，说一些这种气话，可是到头来你们心里还是都放不下对方，只是这一组的朋友会觉得也许你们在对方的眼中也是有一点点强势，有一点点傲娇，然后不大喜欢把心里的这种话，这种感情很坦率的说出来。可是这个不单单只是你们的特质，我会觉得你们两个其实是
蛮像的，都有那样子的状况出现。然后接下来啊，我觉得看到了这个宝剑三哦，好，土星在天秤，这张牌有可能讲说，你们两个如果现在已经是进行到关系的比较深入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你们是那种曾经的恋人的话，我觉得宝剑三指的就是你们当中发生的那种曾经发生过的一个很悲伤的一个事件，或者是说因为距离的因素让你们分开。好。你们两个一开始的那一种比较开心、轻松的、愉快的气氛，好像被宝剑三的心痛所取代了。也许这个宝剑三在你们当中还没有发生，只是你们就会隐隐觉得这段关系的未来好像已经有一个障碍，你们好像会觉得跟这个人在相处，继续相处下去，好像维系起来是比较困难的。这个问题必须你们两个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解决，才能够让关系有更好的进展，或者是说才能够让关系能够更加的稳定。如果一个人就是在那边胡思乱想的话，好像也不会想到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如果说今天你们两个是各自的在思考关系的时候，两个人都会有一种心好像悬在半空中，找不到地方着陆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自己越想啊，就会越钻牛角尖，很像是这个心被宝剑刺得很痛。我觉得其实对方心中有一点就是想到未来，我觉得他其实有一点点担忧。他虽然担忧，虽然不确定，但是他又舍不得去放掉跟你的这一段连接。如果说他现在没有什么解决之道的话，对于你们卡住的这个部分，他可能就是走一步算一步，或者是说就是维持你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不要让他继续恶化下去，就是也不要在这种口出恶言。如果你们之前是吵架的状态，或者说如果你们之间是一个暧昧的状态，他如果觉得卡住了，暂时想不到方法，也许就维持现在稍微两个人都对彼此有好感的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哦。那我会觉得，如果你们要让这段关系稳定下来，必须要找到关系那个症结点，去把它解决掉。去除去关系中比较不稳定的那个因素，要看每一个人的感情状况不同。那当你们面对未来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要找到一个两个人都能够达成共识的一个方向。因为在这组牌中哦，宝剑三嘛，我会觉得可能有第三方的因素在影响着你们，不单单只是你们两个人的一个问题哦。在你们这段关系要往前变得更好的同时，也许这个第三方因素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人，这个第三方因素可能是一个人，或是一个事件，或是一个情境等等。如果是一个人，有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有那种第三方的三角恋，或者是说这个第三方是他，或者说你这边的一个家人的一些耳语，可能你们因为身份、因为年龄的不同，会让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些耳语跟压力。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这种同性的关系，也许你们两个要结合哦，你或他其中一方是需要去排除一些障碍跟困难的。那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第三方的能量啊，可能是工作，就是一个人可能在工作上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或者是说他需要去做调动，因此可能会去压缩到你们两个相处的时间跟品质，就是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同。那如果你们是那种工作要变动，那其中一方是不是也要跟着离职，然后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他的所在地的城市工作，才能够团聚，才能够好好的相处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你们两个需要去沟通，需要去想的。那我们下一张牌是金币五，水星在金牛，它也有一种
从宝剑3接到金币5，就是觉得说，这个人他会觉得说，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缺乏精神支持的感觉，或者是说，他有一种匮乏感，这个匮乏感会让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就是我会觉得他已经累了，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推进这段关系。有可能是他已经没有力气再爱了，或者说他现在的财务状况有一些吃紧，他自己都自顾不暇了，或者是说他就是在感情上的不成熟，他没有感情这方面怎么进对应退的一些知识，然后也没有贵人去提点他帮助他，以至于他现在可能真的在他的那个知识体系下，但他现在的情境下，他想不到什么样更好的让关系前进的一个方式吧。所以呢，我觉得他如果想不到该怎么解决的话，他可能就会停在目前的某一个状态。但是我必须说，你们两个的关系的状态其实没有很糟。有的时候你觉得很糟，可能是你们内心自己太担忧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的牌看起来他是对你有好感的，甚至有些朋友是好感到喜欢的这个状态，只是真的有一些问题，至于你们现在的关系有一点卡卡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张牌是女王牌，天秤座的牌哦。那天秤座这一张牌啊，其实有一点它其实有一点像是一个问题的解决之道。这个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它并不是要硬碰硬，也就是说女王啊，她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如果说国王是在战场上战斗的话，女王是在她后方的，但是她其实也是一个运筹帷幄的人，她会用她的温柔，用她的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她自己的一个理想。也就是说，他可能会透过一个很巧妙的方法，把那些敌人来变成跟他站在同一方的人。他可能会用他的一些话语，或者是说他温柔的一个惑媚，来去让那些敌人感觉到应该要追随他或臣服于他，进而去剥夺敌人攻击的一个能力，把他们变成一个很忠心的臣民。所以这是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结果。所以我会觉得说，也许你们当中的一个解决之道，就是你不要说很逼他，或者说很想要去在某一个时间点得到一个答案。因为也许你们之间经历了这个状况哦，如果两个人一定要达成某一个共识，或一定要说往在一起的那个方向走的话，可能当中有一个人他需要退让，有一个人他需要牺牲，有一个人他需要遭受到稍微比较不是这么公平的一个待遇，来去成就这一段感情。那如果说今天这个解决之道是女王的话，也许我们就是在听塔罗牌的你们，可以用一个比较退让跟温柔的方式，在双方都不愿意退让的同时，你们去当成先不要那么去坚持自己的立场的那个人哦，让关系缓和一下，这样子答案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因为可能在过去啊，你有你的立场，他有他的立场，你们两个很相爱，可是你们都觉得你们的人生有一些原则，有一些坚持，有一些面子等等的，然后你们也都希望自己的情绪还有需要可以被对方看见。那如果说对方都没有，彼此都没有好好的聆听的话，这段感情真的就是卡在这边，然后时间在那边耗着。因为他的需要他呐喊出来你听不见，而你的需要你也觉得你没有被对方去接住那个情绪嘛，那应该怎么办呢？到底要不要放手呢？这个人也会去评估他在这一段关系是否要继续下去的一个成本啊，他该不该继续营运这段关系呢？但是就感性来讲，他真的很喜欢你们，一开始就有说嘛，你们是他的那种向往，你们有一点
让他像是进入到巨石阵一样，需要去一探究竟的生命。但他为什么在这个巨石阵的前方停住了，没有办法前进呢？好，可能他自己的能力不足，知识不足，或者是说中间真的有什么现实中的一个第三方因素被卡住了，所以他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很欣赏你，他舍不得放掉这一段关系，可是好像这一段关系如果没有办法解决到那个卡住的部分，就只能不断的好像某一个循环跟某一个轮回这样子，不了了之，看不见未来。就是开心的时候，也许你们两个可以很开心、很天真、很无忧无虑，但是一旦讨论到比较严肃的事实的话，好像两个人又没有一定的一个共识等等的，你们两个都在寻找答案，在关系中的答案。那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这张牌，就是也许你在关系中，好，先愿意退让，先愿意去牺牲，先愿意去接受一些比较你觉得现阶段来讲，你是会生气的，是会不公平，会不舒服，可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对方的某一种需要得到满足的话，这样子的事情哦，你一时的退让，你一时的后退，你一时的牺牲，我觉得就长远来讲，其实对方会看见你的努力，会看见你的付出，他会转而去心疼你，然后转而去意识到你对他的这个付出而更爱你。可是他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首先是你的这个退让，你去接受一些可能你认为是比较不公平的一个权力位置，然后为的是这段关系更长远的发展，而不是好像在一时之间你想要一个答案，或者是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这个人呢，你一开始给他了空间，他享受他的空间，他可能去解决这个金币五这个匮乏的状态之后啊，他其实会回过头来感谢你，回过头来感激你，或者是说他会有一种蓦然发现你对他的这个默默的付出。真的，这个女王的能量，它就是一个默默的温柔的一个包容，然后他会有一种突然警觉到，突然警醒到他应该要更加珍惜你。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反过头来，就像刚刚说的，女王有一个很巧妙的方式化敌为友，她反而会就是完完全全的放下她原本的坚持，而完完全全的去听从于你。那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在未来会发生的，只要你们两个去突破现在的一个症结点嘛。因为当你们两个人谈到未来的时候，也许他认为好的一个决定对你来说不是那么好，或者是说你想要的那种公平正义，你想要的那个在爱情中舒展的方式，对他来说他那个会觉得不公平，会觉得说好不是他希望的一个模式。那如果说你们就是卡关在这个地方，这段感情其实是很可惜的，那真的需要有一方先去做一个调整，做一个妥协。那也许这个人就是你哦，你愿意先去让步，你愿意先去在观念上做一个改变等等的，你愿意去当下牺牲自己的某一些利益。反过头来，我觉得反过来，在更长远的角度来讲，这样子的方法对你好，对对方也好，我觉得对方最后会因为感激你而给予的更多，会给予超乎你现在所退让的那个程度哦。好，接下来再看到我们的金币四，我们的权杖骑士，还有正义牌，我们的圣杯八，还有我们也是骑士牌，这个是宝剑的骑士哦。好，首先呢，金币四这一张牌用一个白色的布把金币包裹住了，太阳在摩羯哦，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呢，可能存在着，就像刚刚说的不安全感跟恐惧感，这可能会造成关系中的一个控制跟占有欲，而且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健康的那一种。就是如果占有欲啊，有的时候是良好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情绪，它可能就是就是你被对方占有，或者说对方想要占有你，那个其实会让感情升温跟让感情加温的。那只是说我觉得这个占有啊，可能有一方就是强制的想要
把对方归属到自己身边，而不管对方当时或者说对方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我就是要把你用这个布包裹住，我就是看得见你，我就是可以常常掌握得到你，因为我才可以比较安心。那对于另外一方来讲，可能是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到底什么样才是对于你们来讲比较好的一个情感的经营模式呢？好，我觉得如果还没有想好的话，我们这边的权杖骑士，权杖骑士啊是一张非常射手座的牌哦，它代表说，其实你可以让你们这段感情慢慢的去加温。就是你们两个不管认识的时间是长是短，我都觉得你们在灵魂深处已经连接的很深刻了，彼此对彼此的印象很深刻，然后又有一种很缠绵的感觉。那今天权杖骑士在这边呢，是要帮你们加温的，它有一个这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然后这张牌的出现呢，也有一种就是有一种移动的感觉，有一种旅行的感觉。也就是说啊，如果你们两个好暂时有一些矛盾，而你们现在还是情侣关系，或者说还在暧昧的一个阶段，也许你们两个可以安排一些具有活力的一个行动，一起去旅行，一起去约会等等的，然后先不要谈一些不愉快的事，让两个人开开心心的去相处，让这一段情感慢慢的去加温。然后我觉得其实你们也可以慢慢继续经营这一段关系，不一定要急切的知道这段关系的走向，或者是说方向，或者是说原来你们两个争执的事情，你不一定要短时间内得到一个结论或是答案，就是大家暂时保持着对彼此的一个好感，互相喜欢，或者是说某种程度的互相牵挂的一个状况，然后继续好好的过你们现在的生活，好好的吃好穿好，经营好你们自己的工作，然后你们的感情它其实就是还是持续的在燃烧的，所以大家其实不要担心，这个火呢是没有去灭掉的。那这个权杖骑士它上面对的就是我们刚刚的圣杯皇后嘛，所以我觉得你们当中啊是有蛮多的情感在其中流动的。我们有水，然后我们也有火，火可以让水去加温，所以这个杯子中啊有水的话，那个温度是慢的去上升。好，那接下来再看到这个正义牌哦，正义牌是天秤座的牌嘛，所以这张牌代表说关系中的一个平衡点是什么？好，两个人如果都寻求一个正义，或者说两个人如果说在关系中都去寻求一个公平，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有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得到一个公平，可是公平不见得可以让你们感情更加的亲密，因为公平有点像是交换，然后你付出在金钱上，你付出10，我也付出10，在感情上你付出2，我也付出2，那这样子来讲，你们虽然有点很像是在交易，或者说很像是在合作，可是在感情上来讲呢，也许是你在这边多付出一点，我在那边多付出一点，只要双方在心里的那个状态得到舒服就好，因为这个公平在每一对情侣看起来的状况都不同，有些人的状况可能是有人会觉得这个其中一方好像是奉献比较多的，然后另外一方怎么都在享乐，可是也许就他们的关系中那种运作模式就是他们喜欢的，因为其中一个人就是奉献型的人，他在他的奉献中得到满足感，就是要看每一个人当中的那个状况，所以这里的正义啊，它指的不是一个绝对的正义，而是一个相对性的正义。刚刚说过，可能你们这一段感情啊，两个人都是属于在某一方面比较坚持啊，或者说比较强势的人，你们可能好，如果是在暧昧的，可能彼此对彼此都有好感，但是又不愿意先去跨出那一步，或是打破那一个戳破捅破那一层纸，就是你会期望说对方可不可以先主动一点，然后先给我多一些这种明示或者说暗示，然后我才要去
更多的表达我的喜欢，或者是说你们会在意说，是谁主动找谁比较多一点，是谁更加的传讯息的频率更加的多，或者是说是谁要先飞去对方的城市找对方啊，那个来回的一个频率。你们可能会希望说对方要多展现一点他的诚意啊，来多对你有一些表现，然后多一些去满足你心里的需要，这样子你们才更愿意进一步，或者是你们才愿意付出更多的爱。因此啊，我觉得这个部分这样子的相处会让对方觉得比较挫折，因为他会觉得在他的心中，他其实也有对你好啊，那怎么你觉得还不够呢？或者是你为什么觉得这样子的情况不行呢？他可能已经分身乏术之外呢，他确实用了他仅剩的时间跟心力来关心你，但是你可能会想要对方更热情的爱。相同的，我觉得对方心里也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能够更坦率一点呢？如果你是爱我的，或者说你当时是很喜欢我的，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得到？为什么不能不是光是口头说说而已，要在这种生活细节上，或者说在性关系上去感觉到你对我的饥渴，你对我的渴望呢？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的时候会僵持不下，是因为真的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有想法的人，所以到底什么是正义跟公平呢？你们两个心中都有一套标准，都有一套准则，然后你们两个其实都会想要去掌控这段关系的走向，只是一个人可能是这种比较明显的，一个人是比较被动的，用一种比较隐性跟幽微的方式在希望或者说暗示希望这一段关系可以怎么走，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就是都有一些很妙的一个部分啦，也是很相似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圣杯八土星在双鱼哦，这个杯子啊，它有一个地方是破掉的、碎裂的，以至于这边有一颗很漂亮的白色的水晶球放到这个杯子里，这个圣杯八这个杯子哦，有一个缺口，它究竟能不能去好好的把这个水晶球装住，就是把它保护着，然后让它不要滚出来呢？好，其实这一张牌啊，我会觉得说，你们这一段关系需要花一点时间，让它再次变得完整。那圣杯八的这张牌，因为杯子有点碎裂了，其中好像是没有水的，我会觉得说你们两个好像相处起来有一点点不顺，或者说没有办法朝更和谐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呢，对方其实也会在想哦，他也有一点他自己困扰的部分，他究竟有没有办法去承接这样子的感情哦？当他爱的比较累了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自己也分身乏术的时候呢，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运营这一段感情，保护这一段感情呢？那我觉得他有一点点迷惘，那可能这个也是你们两个需要共同去商议或是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你们现在是断联或者说沟通比较不顺畅的部分，没有办法商议，没有办法去解决的话，那你可以就是我最后会抽出一些建议的牌卡，到时候再跟你们说那个情况。但是从目前的牌面上来讲啊，就是你们要先把自己的心情稳定下来，因为我觉得对方是对你有感情的，他对你是有在意的，只是真的他会需要在他的工作、金钱或生活上面去做一些调整跟妥协，然后才能够投注更多的时间跟心力在这一段感情中。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们要往长远的方向去发展去计划的话，这个人他会需要有一些的思考。那我们这边还有也是这个骑士牌，这边是宝剑骑士，宝剑骑士这边有白羊座跟狮子座的能量哦，它代表的是一个这种移动，这边有一个红布条嘛，那下面也有一个水晶球，不过这个水晶球它仔细看哦，里面有乌云密布跟闪电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
好，他会在他思考过后、沉淀过后，他会有一个行动出来。这个行动是快的，这个行动是强而有力的，而且我觉得他会去实现，他会去完成。那要怎样子让他启发、发动宝剑骑士的能量？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们是女王牌，如果你们懂得以退为进，如果你们懂得怎么样跟他好好的协商，好好的沟通，而不是一直就是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去说服对方，用自己的情绪好想要去勒索对方等等的。你们先去看见对方的需要，然后要去了解，要去倾听对方背后的那个意思，即使当前关系看似没有发展，我觉得你这个行为、这个举动都会在他心中留下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位置。即使现在当前现实中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更进一步，或者说你们的关系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实质的名分的话，你都会在他心中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好，我觉得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轻易的去放弃你，轻易的去忘记你跟他的这个连接的，因为他对你的评价真的蛮好的，他会觉得这个好包含了一种特别独一无二的感觉，只是你们两个当中的这个问题啊，对他来说需要长远的一个思考，长远的一个眼光去规划，所以如果这段关系就短期的发展而言，我觉得它会是卡住的，会是焦灼的。可是就长时间来看，把时间的尺度拉长，就整个人生的这样子的整个时间跨度来看，我觉得其实你们这段关系是乐观的。他现在没有动作，他现在没有作为，或者是说他好像你会觉得说在拖时间，或者是说他对你做了一些事情，你觉得很不理解，或者说很伤心、很难过等等的。这个不代表说对方完完全全没有去为你着想，因为有的时候如果对方现在是冷处理，这个冷处理其实也是一个他处理的方式，或者是说这个人他的内心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子的情绪，他需要把这个情绪过完，需要把这个情绪走完，然后他会让自己，他可能不想要让自己去影响你，因此他先离开现场，先离开当时那个状况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关系啊，并没有说好像真的就是断掉啦，真的没有再继续的可能。相反的，我觉得这段关系只是现在的这个情况没有烧得这么旺跟这么火热，因为对方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压力以及他需要解决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以一个比较乐观的角度去想，你们的关系其实并不差。而如果你对于这段关系有过高的期待，此时此刻可能会受伤，虽然会受伤，可是不代表说对方不在乎你，只是你要的可能比他现阶段能给的还要多，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以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期待，以符合现实的一个状况，因为对方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跟决定，你们要去尊重他，以及我觉得如果你们在这段关系中啊，是对对方有过努力、有过付出的，他其实都会看在眼里，他其实都知道，但是他心中自己有一个时间表，应该感情要怎么推展，感情要怎么走，他也有自己在想、自己在规划，他并不是说完全就放你们在那边就不去理你们了等等的。我觉得现在你就是比较保持顺其自然的状态去看待这一段关系，你不要觉得这段关系很糟，或者说在心中有很多的小剧场，相反的，我觉得你们反而是需要稍微去松开一点，就是如果你们一直想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你的脑袋可能会爆炸，或者说有些东西其实越想会越焦虑，越想会越焦虑，越想会越不安。那关系是一个系统，你们如果有很多的不安，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或者说不管你们有没有连结，有没有实际上连结，你们的这个能量其实都会影响到
对方，就是你们的起心动念跟你们发出的讯息，它都是一个能量，所以你要把自己的心稳定下来，然后你们可以在比如说对方在忙的时候，你就多多把时间、心力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你觉得你还想要去有什么样子的成就？你在金钱啊，你在学业，你在事业，或者说你有什么样子的兴趣去发展，你就不会把关系好像一直去盯着那个进度，让自己的心情七上八下。有些朋友，我觉得当你把你自己的内在充实了、补足了之后呢，你更加的强大，很多东西你自己有了，你就不用去对这段关系所求，你自己有了安全感，你就不会施加压力在对方身上，跟对方去索求一些安全感，或者是有的人是金钱，有的人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基本上如果说你可以给自己达到自给自足的一个状态，相对的很多东西你就可以不用去跟对方拿，我觉得这段感情就会谈得比较顺利跟比较单纯。那你们看待关系的角度可能也会不一样。当你自己已经强大了起来的话，我觉得你们其实也会有不同的视角来去看待这一段关系。那本来卡住的地方，说不定就能够去迎刃而解。重点就是，我觉得刚刚这张牌，好，女王牌，大家要听进去，它是一个比较柔性应对的一个姿态。好，那最后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独角兽牌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哦。首先呢，第一张牌是 water 水哦，它需要你们要喝多一点的水，然后要吃这个有水的，就是富含水的一个食物，像是新鲜的水果跟蔬菜哦。所以第一张牌的讯息其实是要大家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没有？要让你们的能量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那首先呢，你就是要好好的去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喂养你自己的身体，你的肉身啊，它要能够去运作的好。因为当你身体比较健康的状况下，你的思路也会比较清晰。有的时候吃不好、睡不饱，它其实也会影响到你们的一个情绪，以及跟对方相处的那个品质。所以其实第一步，大家要好像多喝水，多多的照顾自己，然后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哦。好，第二张牌呢 You will know in the morning。 好，当你醒来的时候啊，其实你就会有一个好的点子，更好的点子，而且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叫你们放松的等待到那个好的点子自然的产生。所以我觉得大家你们真的就是顺其自然，并且要臣服。你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你就接受自己没有办法的一个状况。你现在觉得对这段关系有一点模糊，不知道要怎么样抓住的话呢，你就接受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会有好的点子慢慢的浮现在你的脑海中，我觉得你那个心里的结会慢慢的松开。而且大家要有信心，这段关系就长远来讲，我觉得那个结果那个状况会是好的，只是暂时可能乌云密布在天空，可是这个乌云最后终究会散去的。好，下一张牌是值得等待的，你的耐心都会受到回报的，这些等待是有价值的。好，我觉得你们就是真的跟对方相处的时候要有耐心，然后要好好的沟通哦。要有耐心，就是我觉得你要对对方体贴一点，并不是说你要一直去忍耐，而是你跟对方相处的时候，你们可能要比较细心的去观察说两个人的个性到底差异点在哪里，要怎么跟对方去磨合，然后去观察对方话语背后、行为背后的一个意思，以及你要接受，就是有的时候需要去放手，有的时候呢要去退让，有的时候呢不要去争一时的输赢，或者是说不要一股脑的把自己的情绪没有经过修饰的去表达出来。然后有的时候你们需要时间去显化一件事情，所以你们需要去有耐心。那重点就是境随心转，大家不要自己去预设一个你觉得一定怎么样子的一个结果，因为其实
每一个未来都在你们起心动念中会改变、会转换的。所以，如果你现在往坏的地方想，然后你的行为也相对应的会把这段关系带到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而你现在不要执着于结果，你现在每一个付出的能量，对于这段关系的善意、感恩跟投入，都会影响到未来。所以你们要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态去面对这一段关系，去感恩这一段关系，而不是带着一个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办，或生气，或者说觉得很无力跟无奈的这种心态去面对。好，接下来这张牌，你们其实是这个治愈者，你们是有那种灵性天赋的人吗？这张独角兽牌告诉我们的是，其实你们有能力去治愈自己跟治愈对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就是真的需要好好的去聆听对方所说的话。这个聆听不单单只是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跟你诉苦，或是说他工作上的压力跟烦恼，以及感情上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你面对的这个对方，他可能是不爱说的，他可能是压抑的，你们可能要去感受、去看、去观察、去引导他说出来，或者是说你要去好好的想一想，他真的需要什么，然后他究竟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希望达成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以及他现在拒绝某些事情之下，他真的需要是什么？也许可能不是拒绝那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他可能需要休息，他可能太累了，或者是说你可能不理解他真实背后的那个意思，以至于他的表象是一个拒绝，这个拒绝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提醒，他有的时候会用一些可能比较严肃的手段来告诉你，我们的关系需要有一些改变，或者是我们你需要更加重视我的某些某些情绪跟某一些我说过的话，就是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同，所以你们要去跟对方好好的沟通，而且我觉得你们有能力可以去治愈他，你们有能力可以去疗愈对方的心灵，有这么好的能力，当然是要发挥出来啦。我觉得你们不只是聆听，不只是磨合，因为你们更深层次，你们已经进展到可以去治愈对方的能量了，所以你们要好好的拿出自己本身的这个特质跟特长，其实你们可以让对方焦躁不安，或者是说还不确定要不要进入一段关系，还不确定要不要在一起的状况，或者说还不确定要不要再次跟你复合的这个状况，你可以让他的心安定下来。我觉得当他的心安定下来，当你安抚了他的心之后，他自然而然就会走向你，就会靠近你。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二组的好运能量。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把你放在什么样子的位置哦？他对你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关于你们状态的一个连结哦，也可以当做是验证牌的部分。好，战车牌。Three of Autumn, King of Winter, Queen of Spring。好，这副牌我都是抽正位不抽逆位的牌。再来看一下 Ten of Winter。好。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感觉上你跟他的连结，目前呢会，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点点不确定性，
就是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人好像对你很有话聊，很温柔，很热情，可是有的时候他好像又在后退，在退缩等等的，又好像想要把他的那个能量抽离。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这个状况有一点像是你们两个要往前走，但是你会觉得走的那个速度有一点慢，或者是说你不知道未来会走到哪里，会有一点模糊的状态，但是你内心啊又有一个力量一直在推着你，你想要往前走，你舍不得，你想要放弃，而且你也感觉到对方似乎对你也是有一个情愫在的，所以你又觉得说明明看不清楚未来，可是内心对于这段关系其实是蛮舍不得，蛮不想放弃的。而且我觉得连接到的这个人啊，他对你们而言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或者说非常有魅力的人哦。就是刚好他说话的某一些点能够打中你，或者是说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些特质，你们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比如说你曾经可能有列出一个清单说，诶，你未来的另外一半，他需要身高怎么样，或者说个性怎么样，或者是说呢，他是在什么样子的这种职位啊，等等，就是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个你很喜欢，然后你觉得很厉害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是你在别人身上找不到的，因此我觉得你们会愿意为了那个喜欢、那个独特去忍受这一段关系中的一些不确定跟一些痛苦。但是我觉得从牌面上看起来哦，看这个春天的女王啊，其实我会觉得你们的关系其实并没有说真的有很严重的一个碎裂，或者说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啦，只是两个人有点走的不是说非常的顺，并不很像是，就是不是那种康庄大道，它有的时候很像是在绕路，在绕小路，有的时候还会下雨，这个路断掉了，泥泞了等等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力量还是有慢慢的在走，慢慢的在往前。然后我看到是这个人他有一个这种停顿上来的一个讯号哦，这边有一个冬天的这个报信者，还有这个冬天的国王，这个代表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能量有点像是说，其实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们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哦，他会觉得他需要去核对一些事情，这个核对有点像是他一开始理解的你，跟后来他真正跟你相处的那个你比较真实的一个样子，就是感性跟理性的部分，他需要去核对，到底是不是就是他那个想象中的你跟真实的你是不是一样的？然后我看见的是，其实在这一段关系中，你跟他对于这段关系中都有一些期待，然后同时这个期待呢，会引来一些伤害或者是失望，就是你可能会对这段关系觉得有点不满意，就是跟你原本设想的不同，可能你对这个人有很多的期待，而这个期待没有落实之后，你会觉得受伤。相同的这一段关系，我觉得对方也有慢慢的发展下去的话，他会觉得有一些东西跟他原本所想象的不同。那如果说你们这一组啊，是在暧昧的朋友的话，我觉得你们会比较单纯是暧昧的朋友，我就会觉得你们有一点就是两个人想要往前走，两个人想要去多探索一下的这种能量。但是这个探索啊，有一个讯息是，你们两个都要去抛开过去的一些成见，或者是说抛开过去你们的感情。过往的感情给你们带来的一些阴影，就是要以一个全新的角度跟全新的姿态，以及全新的能量去进入到这段关系中。不要去套框架，比如这个套框架可能是你，或者是说对方。比如说对方的话，他可能是可能之前他有交过类似星座的女朋友，或者是说类似他自己觉得你们就是他自己会归类，比如说你们都是这种哪一类型的职业，或者是说你们都可能有些地方很像，他就会自己去推论说，你是不是说，女生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说男生是不是都这样，会去有一个既定的刻板的印象。那现在有一点说要把这种这种
过去感情给你们的那个印象，还有一些创伤，把它通通拿掉，以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你身边的人。这个是给暧昧的朋友。那还有一个讯息是，这边有一个讯息，好像是说那些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好，一切都过去了。这个能量稍微有一点点沉重，我觉得它比较连接得到，像是你们已经谈了一段感情，然后可能中间有一些吵架，有一些磨合，然后现在可能在分手的边缘，或者是说，两个人不确定未来应该要怎么样，要不要继续前进，往下一个方向发展，或者说，你们两个人要不要结婚？对于结婚这件事情没有共识等等的。我觉得这边有一个讯息，就是过去了都过去了。那个过去是指，好，曾经你对他做一些伤害，或者是说你曾经给他，就是你曾经因为不成熟，或者是说因为比较自私，在这段感情中给他的一些伤害，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有点像是他不大想要去谈那些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反而他想要抽离出来，因为他会觉得那个东西太沉重，就是你现在去说当时你做错的事情，他好像因为都已经发生了，他现在好像也没有办法去给你一个什么样子的回应，或者是说呢，今天是他曾经给你造成了一个伤害，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他也希望你不要一直去揪着他的辫子，或者是拿他的错误一直来指责他，不管这个指责是显性的指责，或者说隐性的这种情绪上的抗衡也好，他会希望这些都过去了，然后你们才可能会有这个春天的这个皇后这样子的新的一个开始。然后我看到其实你跟对方在这段关系中都有一些需要去调整的，需要去改变的，或者说需要去斩断的内心的这种恶魔的能量，或者说你们必须要去释放掉一个让你觉得痛苦的来源。如果你们都去抓着过去的好一句话、一个行为、好一件事情，你们都抓着那个痛苦不放的话，其实你们的关系会有一点点被卡住，然后没有办法去前进。那有的时候你跟对方有一点就是其实也不见得是说你们两个不喜欢对方或是不爱对方，而是很像是你们对于爱情或者说对于爱的语言表达的方式不同。你可能用你的方式在付出爱，可是对方就觉得那个不是我喜欢的，而对方表达爱的方式也可能不是你能够懂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他可能有些人有些情况是他是用一些这种唠叨叮咛或者比较酸的话来去提醒你，他其实是一个在乎，其实是一个在意，可是你听起来就觉得很不舒服，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讲话，或者他是以一个开玩笑的方式跟你讲，也许你是需要比较这种温柔的这种言辞等等，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同，就是举例这样子。那我觉得你们两个在感情就是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的时候是卡住的，可是有的时候好像又能够去往前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卡住的能量可能会需要去被移除。对方其实他自己某一方面基于他的执着，或者说他有一些自尊心的议题，他其实有的时候他其实是知道他自己的错误在哪，或者说明明他只要去好像稍微改变稍微退让，这段关系就可以更往前走。可是有一方面因为他的自尊，因为他本身的一个面子，他不想要去做这个改变，或者是说他觉得他会改，可是他不要那么明显的让你看到好像他就输了，还是说怎么样的等等的。那有另外一个可能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一些个性是因为原生家庭造成的，还是他还有就是他长这么大有些习性他已经形成了，你要他一时片刻去改其实是很难的。然后他也就是就算他
有些东西是他没有意识到，就算他意识到，我觉得他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快的去调整出来。那我会说这一段感情哦，其实它有一种让我觉得有一点虐心，可是同时又觉得这段感情充满了很多浪漫的好玩的，充满这种童话故事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这种可以激情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会非常的火热，甚至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性关系是良好的，或者是说是可以透过性来达到抒压跟彼此一个很深层次的一个连结。那有些朋友我会觉得你就是可能待在他身边的时候就觉得很安心，然后他其实也有这样子的能量。我觉得某一方面的你其实疗愈了他，然后你给他了很多很多的，应该说他从你的爱中去得到了很多的自信跟信任吧。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The Magistrate, Awakening, Six of Winter, Four of Winter, Nine of Summer, Ten of Summer。好，那其实我觉得这边有一个能量是对方他其实对你很有好感，有些朋友这个好感是有上升到那个喜欢哦，就是他对你是有感情的，可是他好像觉得说不敢去承认他对你的喜欢，他有一些评估跟评量这段关系，评估你也是评估他自己。首先在讲评估他自己的部分啊，其实我会觉得他希望他是这段关系中的比较就是有力量的那个角色，就是 Six of Winter， 它有点像是摆渡者。这只天鹅它里面装着一群载着一群大大小小要逃离、要逃难的一个人哦。好，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对方有点像是希望在这段关系中有一个比较强大的能量，就是他希望他不会因为谈感情之后就自己好像变得很这种很弱，或者说很委曲求全，然后什么都要顺着对方的那个能量哦。然后我觉得他会希望他是在你们两个连接的这段关系中哦，因为你给他的爱而使他可以去成为那个主动者跟推动者的一个角色。然后他其实当前我觉得他不见得，或者说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能力去达到他对于他在这段关系里的角色跟期待，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像是有一个所谓传统的一些刻板印象，或者说也不是说传统，就是他对于他自己在感情中应该扮演的那个角色，有一个他既定的那种身份，应该要做什么。比如说，我觉得如果他是那种阳性能量比较重的人，他可能希望在这段关系中扮演提供者、保护者，或者是说，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让对方可以去这种尊重他、尊敬他以及认可他。这个阳性的能量跟性别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那如果说他今天对自己的期待是这样，可是面对现实他没有办法做到，或者说他去看他自己，好，水中的倒影，他去看见他自己的时候，他觉得他其实没有办法去扮演一个在感情中理想的角色的时候，他也会有一点不敢面对这个现实，或者说他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跟你关系的一个阻碍，就是可能在这段关系中他是爱你的，你也是爱他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这段关系变得更好，或者说他在这段关系中没有办法感觉到自信，他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拿你跟他做比较。如果说你今天好有某一方面的特长他是没有的，比如说你是一个这种外貌特别漂亮的人，颜值或者说特别帅，颜值特别高，或者说你们是一个就很容易跟别人交朋友的，或者说很多人会喜欢你，不管这种男性啊、男生女生的话呢，而他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或者说他
他会因为你这样子跟别人交际，他会觉得有一些嫉妒，或者说有一点点吃醋，有一点点不开心，又或者是说，你们的僵尸背景很好，或者说，你们的这种学历不错，很聪明，或者说，这个身材能力不错等等的。如果说他的某一方面跟你是有比较巨大的一个差距的话呢，或者说你个性上比较成熟，他其实会觉得，他其实会自己把自己拿去跟你比较，有一点像是这样子比较下来，就好像你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他是一个没有那么好的人，所以他其实是想要在这段关系中是可以去驾驭的，是可以去掌握的。他会希望跟你发展成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可是他希望在这段关系里不只有爱，就是不只有你爱我，我爱你。他希望他的能力是可以得到认可的，而且他还会比较他呢跟你身边出现的其他人，你过往的这种交往的对象，或者是说身边的一些潜在的对象，或者是说你脑海中心中可能有一个那种理想伴侣的形象，他会觉得说他希望得到你的一个认可，他希望他是优秀的，在这样子的关系中。那还有就是如果说反过来讲说，如果说是比较阴性的能量的话，他可能希望在这段关系中受到多一些的照顾滋养，甚至有一些朋友是他会希望他可以当一个很单纯，就是不那需要去烦恼那么多的角色。好，那如果说在这样的关系中，让他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担心，很多东西需要去烦恼，或者说明明他有的时候就是不得不坚强，不得不去抵抗一些外在的困扰的话呢，可能是因为这段关系牵连到的其他这种亲朋好友造成的一些困扰的话，他会觉得很烦。也许他在感情中就是只想要当一个可以这种比较舒服的，然后希望另外一半可以给他很多资源跟照顾的角色。如果说没有办法得到他理想的这个状态，舒服的状态的话，他即使爱你，他也会去衡量，他也会去思考。那还有一个，我会觉得这个人也许他面临了他某一种人生的议题，他的人生走到了一个时节点，他有一种比较紧绷的能量，可能他在当下生活的状态有一些东西他需要去改变，需要去断舍离。那这些东西不一定跟你有关，我会觉得他的内在也有一些比较委屈、比较难过以及比较心痛的部分，这可能是其他能量让他造成的。他可能处于一个比较冬眠的状态，他会觉得他一定需要去自己厘清一些事情才能够把自己的人生整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有的时候在他自己人生面临困顿的时候，他其实无暇去顾及感情，或者说在他的工作，在他的学业，在他的金钱上有一些卡关，达不到他理想状态的时候，他其实需要更多的专注力来应付，来面对处理他生活中的一些议题。我觉得这个人有的时候会透过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感情，就是强制的希望这个感情往哪一个方向去走。但是呢，其实这个人的内心我会觉得他的内心并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的强大其实我觉得他内心中有很多柔软、可爱以及天真的那个部分，就是他内心其实有好玩的一面，只是外人看起来其实他好像是比较严肃、比较强硬的一个外壳。但是我觉得你们很特别的是，你们其实可以去看穿他那个伪装的外壳里面那一颗柔软、很可爱的内心。这也是因此我觉得你们很触动他的地方。我觉得这段关系你跟他的连接带给他很多这种美好的一个部分，让他觉得人生除了有一些磨难之外，还有就很像是这种夏天夜晚中的萤火虫，在黑暗中为他点亮了一些光芒。所以我觉得在他心里确实曾经有，或者说现在仍然有想要跟你好好维系，想要好好的去对待你跟发展这一段感情的那个念头。因为我觉得其实
你们愿意拿出你们很大的温柔跟诚意来对他，这个他是有看到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会希望你们自己的付出会被他看见，会被他理解，而且你会希望可以跟他一起去面对人生，处理挫折，以及一起去承担一些事情的这个心意，我觉得他其实有看见，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他不大适合去谈一些太沉重跟太严肃的议题啦，特别是如果这个比较严肃的能量是感情造成的话，我觉得现在对他来说会有点太紧绷了，他有一点还在找寻说自己在关系中是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位置，什么样子的角色跟你相处。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有很多这种好玩的、有趣的这种情爱的部分在里面，我觉得他曾经就是对你也有过比较主动、比较热情的一个能量哦，或者是说，现在他内心其实还有那种对你的一个躁动感，也是有可能，只是说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去面对，也不愿意承认，这个人也是一个他有他自己小剧场的人，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就很像是乌龟，会把他的壳探出来，但有时候又好像去缩进去。那你有的时候问他，他好像就说你问他心情怎么样，他就说普通啊，没有不开心，也没有开心之类，就是你会觉得他好像就是给你一个这种模棱两可的一个回答啦，然后我觉得他其实是需要你们去关心他，需要你们去关怀他的，因为他的怎么说呢？我觉得他的那个强势嘛，里面也怀有一些比较傲娇的元素在里面。当他自己的状态是比较消极的时候，我觉得他比较容易产生自我否定，或是对于这段关系的一个否定。那有时候这个能量会倾泻到你身上，所以呢，我觉得不管你们现在关系走到如何，就是什么样子的程度啦，但是我觉得你的出现啊，在他的人生中是很特别的一个意义，就是你直接的、间接的影响了这个人，并且改变了他往后的一个人生，这个是他没有办法去否认的。我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去融化跟柔软他的内心的，让他会对未来有一些更好的一个期待，以及更想向前走的那个动力吧。好，有些人我会觉得，少部分的朋友，你曾经是不是有伤害过这个人，然后伤害了他比较深，有点像是给了他希望之后，又说了一些话伤害他。可是我觉得很矛盾的是，你可能会觉得你很爱他，但是这个人会有一点想法是说，你究竟是因为寂寞才跟我在一起？你究竟是不是因为我的某一些有你想要的资源，你才跟我在一起？或者是说呢，你是因为时间到了，你觉得要完成好成家立业的这个必经之路，所以你找一个人好跟你去谈这场恋爱。我觉得如果他这样想的话，他会对自己比较不自信，比较忧郁，然后也对你会有一点点生气。这个不一定是事实，可是他可能就会自己在脑海中去跑这样子的跑马灯跟小剧场。那特别是如果说你们是有一些曾经跟异性，或者是说同性恋的话就同性去接触的时候，让他产生一些不舒服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其实是会记着的，他不一定会很爆发出来，有的人会爆发出来，有的人是闷起来，可是他这件事情会让他在心里有一个疙瘩，因为他会觉得说你好像没有把完完全全的你自己都奉献给他，好像有一部分的你他不知道，就是他会觉得有一点点犹豫说，那我跟你接下来我究竟能不能够完完全全的信任你呢？如果说我今天生病了，变老了，变丑了，或者说我的工作怎么样的情况，你还会不会陪伴在我身边呢？我觉得这个人其实很重视感情中的一个信任，他是不是能够去信任你呢？因此啊，我觉得他在能量上就会有一点点犹疑，有一点点忽冷忽热，甚至有一些朋友，你面对的这个人，他可能真的需要一段比较长时间的这种冷静期。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这一组的是有 Spring、King of Spring、月亮牌、Four of Autumn、Nine of Autumn。Queen of Autumn， 好，土元素的牌出现了，还有这个风元素的牌。好，我觉得接下来的牌啊，就有比较这种稳重，就是我觉得你们的感情是可以着入的，以及一些比较开心的部分。就是这个人过去啊，可能因为他的生活经历，或者是说因为感情的经历哦，他有的时候会用一个我不在意的方式，没有关系啊，无所谓啊，不在意的方式来掩饰他的某一种心痛，或者是说他会把他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取得工作上的成就，然后来让别人去认可自己。我觉得他是一个蛮需要认可的人，有一些人的状况是这样。那我觉得其实他是很开心有你的这个陪伴的，很开心哦。然后他也很喜欢你曾经就是这种比较细心，或者说照顾他。可能如果你们有在他生病的时候，或者说在他比较难过的时候，言语或者说实际上的一个照顾，他其实很喜欢。他有时候这个 King of Spring， 他有的时候比较高冷，就是有的时候比较神秘，有的时候又比较骄傲，但是其实那是因为他的内心他有一个无处安放他的自尊，他应该要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其实他内心我觉得对你是有喜欢的，而且我觉得特别是他很喜欢跟你，就是不要谈一些太严肃的话题，比较有趣嘛，轻松啊，然后一起玩啊，然后一起很开心的那个部分，一起分享生命中有趣的事情，以及我觉得这组还有这种性的元素在里面哦，就是他会觉得说，因为他的生活可能有一些压力，然后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希望那个时光是充满很多开心的一个回忆的。那我会觉得你们某一方面而言，就是被他吃的死，或者说吃定了嘛，可能有一些他的就是缺点啦。我觉得你们是其实都可以去接受，可以去包容的，然后他就是会让你觉得很心动，很有心跳，对不对？不管就是也许别人做同样一个动作，说同样的话，你不会心动，也不会心跳，可是从他的口中说出来，你就觉得特别有感觉，或者说这个举动就是特别的有魅力。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很能够去打动你，而你的出现也确实疗愈他，温暖他，去扫除，去移除他身上一些负能量。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两个人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去连接的还不错的。有的时候你们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去做什么，或者是说什么，可是光是你们表现出来的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如果是稳定的话，其实是能够给他很大的一个疗愈感。然后我会说，这个人他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迷失，就是在他的人生中的这种幻梦中迷失，他在追寻某一个东西中迷失。有的人呢，可能是他在物质世界的一个追寻，或者是说呢，他在感情世界上的一个追寻，他想要去看得更多，他想要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比如说，如果他今天更有能力、更有资源，或者说外在弄得更好的这个情况下，他可以过上什么样子的生活，他可以接触到什么样的人，以及在感情关系上，在这个婚恋市场上，他变得更有价值的话，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权？他如果靠着他的努力去改善他外在的一些环境跟条件的话，他能不能够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以及让自己在这个感情的市场上更有主动权跟选择权呢？他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很大的、很有力量的，有的时候遭受到挫败，他内心又会觉得非常的沮丧。所以这个人有点像是他喜欢你，有些朋友他是喜欢你，但是他又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少部分的朋友啊，他可能心态
会有一点犹疑不定，不确定说，是不是是他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因为他如果没有试过其他的，可能他其实不知道，所以他会有一点点好奇。那有一个人有一种状况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人他有了更多的权利、物质等等的，他会稍稍有一点点，自我膨胀，他会觉得说，他今天好像我条件更好了，我是不是就能够去就是会让很多人爱慕我、喜欢我跟欣赏我的。他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迷失的一个状况，这个状况可能是在你遇到他之前，或者是说你遇到他之后发生的，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啊，你们的内心一定要很稳定下来，就是我觉得你们某种程度上要去引领他跟指引他，让他去真正的找到感情关系中一个比较善良、单纯跟美好的部分，让他从那个比较迷失跟混乱的状况中走出来，或者是说从过去的某一个伤痛中去走出来。然后我看见这个人哦，其实他其实是有一个蛮希望在这一段关系中，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占有欲的人，他是一个会吃醋的人，然后他没有办法去所谓跟别人去分享他的爱，这个分享包含了跟你过去的恋人，有点像是假设你跟他在一起，可是你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在想着其他人的话，或者是说你在路上，或者说在这种生活圈中有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这种异性或是同性，就是你只是觉得还不错，没有说要干嘛，我觉得这个也会让他不开心，就是他是会吃醋的人呐，因为他是一个有占有欲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就是完完全全的要把自己都给他。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会觉得他是一个有比较物欲比较重的人，就是他可能想要用一些比较好的东西过比较舒服的生活，或者是说他喜欢旅游啊，这种好玩的旅行啊，开心的旅行啊，或者说他需要在他生活中有一些位置，比如说别人去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封号称号，或者说他实质上有一个主导权，就是他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哦，不管这个是名啊、是利啊，或者是说别人对他的爱慕、肯定、称赞等等的，他需要一些外界的东西来肯定他，然后让他的自信心可以更加的一个加强。我觉得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他其实会很想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他完完全全安心的人，这个安心包含了可以去接收他的一个各种情绪跟各种能量。我觉得这个人他某一方面而言会觉得说他对你有一点点抱歉，有一点点不好意思。这个情况下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在这段关系中就是你们关系走的比较深了，你们曾经是情侣，或者是说你们就是那一种可以分享很多事情的一个朋友，他有的时候会把一些负能量、诉苦啊，各种事情就是跟你讲，或者说倒给你，或者是说他不是用讲的，但是你跟他在一起，你就明显的感觉到他有一些情绪是因为迁怒，所以跟你摆臭脸，其实不是因为你真的做错什么，这个他内心其实知道，然后他也知道他某一方面而言对你不是那么公平，是伤害了你，可是他又有一个就是他又有一个就是希望你可以原谅啊，希望你可以去包容他的能量，然后他一方面会这么对你，有点像是因为你是他很信任的人、很亲近的人，或者是说你就是他身边唯一的那个出口，所以他会有那样子的情绪在，所以我觉得他内心也是对你有一些抱歉，也有一些觉得很不好意思的部分，某一部分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让他有一个回家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他会试着再去释放掉他一些负能量吧，甚至我觉得这个人有时候很巧妙，他会去做一些行为，然后让你去
好像他希望你可以更加的对他好，他希望你可以更加的付出以及投入到这一段关系中。他其实很喜欢你去疗愈他的一个能量，他其实很喜欢你陪伴他身边的感觉，特别是当你们在他身边的时候，那股力量是稳定又强大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让他的心情去稳定下来，因为他自己其实没有他想的这么的坚强强大，或者说冷静理智等等，他只是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冷静比较清晰，好像都知道很多事情。没有哦，其实他内心很需要你跟他的一个连接沟通，然后他有的时候啊很喜欢就是假装没事，假装坚强，或者说假装这一切是 OK 的，就是照着他的方式走是 OK 的，但是他其实也不确定这样是不是可以运行。可是因为有些话呢，有些决定做出来了说出来了，他好像很难再去收回，很难再去反悔。如果这样的话，他好像就没有台阶下，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做出了一个决定，可是又没有办法收回，或者说因为一个误会啊，然后关系就会走到一个不是他想要走的那个方向。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在沟通上你会觉得他不是很好沟通，但是我觉得他的内心啊，他其实也会对于他造成你的不舒服感到抱歉哦。其实他会蛮需要你们的体谅跟包容，就是怎么说呢？就怎么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给我一些伤害，然后我还要去包容他，可是这个就是他内心里面的一个渴望吧。那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是那种本身也有自己很忙嘛，事业心很强，或者你们因为某一种状况聚少离多的话，其实他也会有一些不安全感，他也会很难受，他也会觉得他其实也会想很多，可是他就是不会很明显的去表达出来。相反的，我觉得他可能会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去控制你，甚至有的人会借由那种切断关系，好，就是我控制自己不要跟你联络，来让我自己不要对你有那么多的期待，来去对付，或者说来去应付他内心的强大的不安。他不希望自己是不安的，他不希望他自己去失控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人某一方面在感情中没有那么的成熟哦，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他是把一些感情中的压力移转到你身上，你们可能会因此感觉到来自他那边的一个压力。但是呢，好，我必须说，其实他内心啊，撇除那些纠结啦，撇除那些阴影啦，我觉得他还是希望这段关系的连结是美好的，两个人可以互相的分享，可以去有一些愉快的，有一些很甜蜜的这个连结。但是在那个之前，我觉得他非常需要土元素的一个安定感，就是他必须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去包容他，而且你会对他非常的忠诚哦。他对这件事情是很在乎的，因为他以前呢也曾经在感情中失败过，或是说有一些不好的经验，可能是发生在他的长辈，或者说他看了一些身边的人，他不希望他在感情中的经验会是和他们一样，或者说会是重蹈覆辙，以及我觉得这个人他确实有在去调整，以及从他过往的感情经验中去学习一些事情，他希望他自己是不断的好像吸取经验，变得成熟，变更好。重点是我觉得他会想要让自己慢下来，因为慢下来的同时，他要让自己慢慢的去改变，让自己慢慢的去成长，以及让自己还要去突破一些旧有的限制性的想法跟框架。然后他会希望在你们的关系中有一个比较稳固的结构，不管这个结构是怎么样，他在这样子的结构中有很多东西他是可以去预测的，他在这样子的结构中，他可以知道自己做什么决定可以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以及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他也希望他知道在这样子的结构中呢，他有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啊，以及他有什么样子的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会去酝酿一些事情，他会慢慢的去改造以及建构你们的关系。
那如果说最后啊，这个人他可以把自己，然后好像改变，或者说他可以达到自己心中在感情中理想的那个状态，或是说他觉得他有能力把你们的关系引导到他心中的那个期待的方向的话，然后他也可以在这段关系中喜欢他自己的样子，以及让你也是开心的话，两个人都觉得很舒服，然后他也可以持续的稳定的给予你爱，跟你做一个稳定的连接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对于这段感情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承诺跟可能要不要复合的一个承诺的讯息。有的暧昧的对象，你们可能是要不要推展到下一步，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是，如果他要爱，他就是完完全全的爱去奉献，但是在他还没有确定之前，我觉得他会需要一段时间考虑跟确定。那如果你们是曾经的恋人的话，他就是不想要再失败，再重蹈覆辙，所以我觉得他第二次在思考的这个时间点呢，我觉得会是比较长的，不光只是他在观看你，他也观看你们关系的各种可能。好，那最后啊，再来帮大家抽出独角兽卡来看一下，你跟他关系宇宙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的第一张牌是 Just Be Yourself。好。我觉得这张牌其实要告诉大家说，你在这段关系中啊，本身内在一定要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况，就是你不要因为他的变动就变动，他有的时候会跟你讲 A， 然后你就变成 A 的样子去迎合他，那如果他下一秒他的想法又改变了呢？我觉得他某一方面会有点像是测试你，他自己也可能也不觉得那个是测试，只是他会看你在不同的状况下会有什么反应。我觉得你们要有自己的一个中心思想，你本身要展现出一个强大的稳定性，你其实不要很容易被他的言语跟话语所影响。他有时候也会观察他说一些话，做一些行为，你的反应，你的内在是不是可以很独立的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某一方面会有一个伪装，会有一个包装来去掩饰他真实的一个情感。可是你们不管何时啊，就是你们需要做的就是相信你自己，以及不要因为他喜欢的那个模样去改变自己。你们要让他知道你们自己其实是有自信的，并不是随着他转动而转动。可是在这样子有自信跟稳定的能量的同时啊，你其实是可以给他一个很忠诚以及很深厚的一个爱。我觉得他会因为你的这个稳定而稳定下来，然后他会觉得他可以在你这边找到他心中真正的归属感以及安定的能量。也就是说呢，你们在无论有没有他的情况下，你都能够好好的整理自己，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而且你的生活中有其他，不单单只有爱情，你有工作，你有兴趣，你有亲朋好友。我觉得如果你们是这种各方面都可以运行的很好，平行的很好，而不是好像完完全全的依赖在他身上，或者说完完全全的要去很努力的抓住他的话，我觉得他其实会愿意更往前走，以及更安心，因为他知道来你这边他是可以舒服的，他并不是会被抓得很紧的，而且你们也是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世界，你可以跟他连接得很紧密，你也可以退后，你们并不是一个依附他，或者说过度依赖他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他会因为你的那种内心的稳定而强大，非常的去欣赏你。我觉得其实他的内心并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的坚强，或者说那个强势的样子，因此他很需要一个稳定的连接，这样子的能量哦。好，第二张牌是这个 Relax, everything's okay， 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宇宙是不是觉得你们因为这段关系啊，真的是太纠结了，请你们稍微就是转移一下你们的那个心情，不要一直在去听这个占卜他到底在想什么，你们去关心一下你自己有什么感受跟想法，或者是说你们就先放空，都不要去想，好，该吃的吃，该玩的玩，该放空的去放空。你们要先相信任宇宙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安排哦。好，这张牌也是，就是要你们
让自己开心一点。你看这张牌超美的，独角兽在这个天空的石阶上，它正在看着缓缓升起、旭日东升的这个太阳。太阳把云朵照的这种红彤彤的样子，非常的美。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它有一种好像太阳重新升起的样子，或者是说，我觉得你们内心其实可以自己让自己有自己去治愈自己的能量哦，有一些在你心中的美好的回忆，或者是说什么东西会让你笑的呢？就是你们的内心啊，要有一些快乐的能量在里面。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可以让这段关系注入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说比较愉快的、轻盈的元素在里面。你们的念头也是。我觉得，不仅是改变你自己，也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到这个关系哦。当你心情比较好、比较稳定的时候，跟这个人的应对回答，或者说你们写出来的一些文字，在社交媒体上，如果他有可能看到的话，他也会感受到你们的能量哦。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让自己沉浸在一些开心的、快乐的念头，或者是说让这个宇宙一些积极的能量去包围你们，去爱你们。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三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第三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